黑鬼大陆那个曾经和陈凡接触过兽骨嶙峋的老者，对着身旁一个身高较低的男人问道：“绝地傀儡的售卖情况如何？供不应求啊！”身旁属下有些感慨道：“已经加急和樊玉下了10万具绝地傀儡的订单了。”那就好。老者眼睛眯起，笑了起来，已经开始盘算这笔生意自己能赚多少钱了。绝地傀儡他们大陆也需要，但主要是卖给一个名为鼹鼠大陆的大陆。顾名思义，这座大陆没有人，已经98%的区域已经被鬼物所沦陷，仅有2%的区域未被沦陷，被鼹鼠大陆死守，以免失去拥有这座大陆的归属权。鼹鼠是一种类似于地精的特殊种族，平日里主要在地底活动生存，而绝地傀儡的存在，大幅度提高了鼹鼠族的工作效率。其实一开始这项生意他也是有些迟疑的，毕竟鼹鼠族本就擅长挖洞，会购买绝地傀儡吗？感觉像是多此一举，所以一开始才试探性的下了一小批订单。但通过和鼹鼠族的交谈后才知晓，对方很喜欢这个商品，并且下了大批订单，那就没事了。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笑呵呵的整个身子突然朝后倒去，露出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手里抱着一个权杖，此时正笑眯眯的轻捻着胡须。是的，他的本体是一只黑老鼠，他们所谓的黑鬼大陆，就是由一批大黑鼠所占据的大陆。身为老鼠，和大部分都是人族所占据的大陆进行贸易的时候，自然要伪装成一个人类的外表，毕竟应该也很少有人类愿意和一只老鼠去交易乃至贸易。他们发展大陆的政策只有一个，那就是贸易，尽可能认识更多的大陆，在确保和平不起冲突的情况下，将各个大陆的特产卖到最需要的那个大陆，从中赚取一定差价，好来发展自己的大陆。就是可惜，他们大黑鼠繁殖速度不快，不如鼹鼠那般繁殖速度极快。另外一边，新大陆负责和黑鬼大陆进行贸易的商阁成员确定性的询问道：“异兽培养屋你们也要采购？你等我问下价格。”这个黑鬼大陆的老者此时正面色严肃的点了点头，但却难压心中的激动，先买一座回去，看下能不能解决大黑鼠的繁殖问题。毕竟也不清楚他们算不算异兽，如果可以解决的话，那就真是太好了。会说话的老鼠算异兽吗？吞噬完毕了，永业大陆江北防线，那先生站在城墙上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原始大陆的碎片已经彻底吞噬完毕了，当然具体作用得晋升至3级大陆后才能发挥出来。吞噬原始大陆碎片，这是个大事情，我已经向上汇报了，只待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便会拥有正统性。陈凡没有讲话，只是抬头望向从高空中洒下来的丝丝金光落在他身上，而在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上，则是再次缓缓浮出一则信息：吞噬原始大陆碎片，讲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他又再次望向黑暗科技树，此时科技树已被他点亮3个图标，分别是增加鬼矿诞生概率增加10%，种植物的生长速度为100倍，和所有弹药消耗降低10%。这3个分别代表了经济、民生、军事，而想点亮第4个图标，必须将这3个图片的分支线路点满。只是看着密密麻麻的图标，陈凡低声呢喃着：“黑暗科技原点获取极其稀有，这是可以提升一个势力底蕴的 buff 加成，大部分大陆能获得1点就不得了了，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全部点亮，甚至还有更大的可能根本就无法获得，又或是获得了无法使用等等。”陈凡突然微微一愣，他反应过来个事情：黑暗科技原点是有实体的，是一个极其小巧类似于钢珠的银白色光球，这意味着这个东西是可以交易的。其二，大部分大陆获得黑暗科技原点后都没办法使用，只有恰好找到了含有黑暗科技树的岛屿后才能使用，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大陆都无法明确这个东西的价值。那或许除了这个异兽培养阁之外，我再看看还有哪些需要的。新大陆1号据点城池的一座屋内，那个骨瘦嶙峋的老者正翻阅着手里的繁育商品册，而在对面，繁育商阁成员也在低头翻阅着蜀国商品册。这是黑鬼大陆势力的名字，名为蜀国。我看看，老者一边翻阅着手里的商品册，一边思索着。就在这时，咔，门突然被推开，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瘸猴紧随其后，当即将一枚玉简放置在老者面前。这枚玉简里所形容的商品，黑鬼大陆可有。陈玉主前来负责对接的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面色认真的起身行了一礼后，才拿起玉简良久后，瞳孔里闪烁着复杂光芒，抬头望向陈凡。有，但黑鬼大陆这些年来仅获取2个，获取方式极其苛刻，且直白一点来讲，至今尚未鉴定出其作用和名字。凡玉知晓其作用，开价。陈凡也没解释，直接干脆利落道：“这个我拿不定主意。”老者停顿了一下后迟疑道：“能否允许我和我们的蜀国国王陛下商量一下？”可以。陈凡轻点了下头，望向老者手里的传音符，眼睛微微眯起，手指在背后不经意的轻晃了几下，瘸猴瞬间会意退了出去。紧接着，在无名山后山的一座20级信号塔，则是快速设定了3个新关键词：繁育、永业大陆、交易。随着这个老者传音符刚刚挂断的一瞬间，陈凡便从瘸猴手里接过了一张纸条，上面清晰的写着刚才窃听到是老者和黑鬼大陆联系的大致通讯内容。通过通讯内容能知道，对方虽然不知道黑暗科技原点是什么，但知道价值很高。不过黑鬼大陆不打算藏着掖着，再高的价值也得发挥起来也才能生效。要卖，但是要卖个高价，能卖。在商量完毕后，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缓缓比起一根手指，面色认真且带着一丝恭敬望向陈凡。陈玉主，我们蜀国的报价是1粒100亿枚鬼石，这个价格或许是高了点，但比起获得它的过程，这个价格我相信并不贵。陈凡没有讲话。2粒黑暗科技原点，如果都给他的话，不但可以解锁第3个暗淡图标，还能点亮1条分支线路，他自然是想要的，只是这个价格得再谈谈，价格太贵了。
如果用百年灵米来交易呢？老者突然面色大变，你怎么知道？这是蜀国的核心机密。黑鬼大陆的蜀人，他们虽然觉醒了智慧，但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那就是寿命只有3年左右。唯一能延长寿命的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服用灵米。只是灵米在黑鬼大陆一直是稀缺货，你们能有多少百年灵米？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眼里满是警惕的发问道：2吨吧，2吨百年灵米，换取这2个银色光球，如何？2吨！老者瞳孔骤缩，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用吨这个词来作为百年灵米的单位。起身跑至角落里和传音符嘀咕了半天后，才重新走回来。好，国王陛下同意了，1吨百年灵米换取1个银色光球，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不急。陈凡停顿了一下，继续道：这些日子的贸易，我觉得樊玉应该还是有点信誉度可言的。这批百年灵米已有99年，还有1年尚可彻底成熟。你要不先将那2个银色光球给我，我等这批水稻成熟后，将这批百年灵米一丝不少盛上来。先赊吗？披着长袄的老者微微一愣，随后才下意识的继续走到角落里，通过传音符联系自己的上级。正常来讲肯定是不赊账的，但一方面是樊玉的信誉度确实不错，另一方面是他们确实也很想要这批百年灵米。这次商量了足够久到这个极其瘦弱的老者身躯开始崩塌，紧接着露出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手里抱着一个精致袖珍且小巧的手杖，胡须泛白。陈玉主，希望我的本体没有吓到你。在完成这次交易后，我们来往会更密切，彼此也会更信任。在此之前，我希望我们双方能更了解彼此。这只老鼠有些歉意道。一旁的瘸猴和樊玉商阁成员们有些大眼瞪小眼的愣在原地，尤其是樊玉商阁成员，压根没想到和自己谈了这么久的人，竟然是一个老鼠，还是那种胡须泛白、皮毛锃亮的民间大耗子。无碍，陈凡轻笑着，没有太多意思。通过情报窃听，他已知晓了所谓蜀国正是由一堆老鼠所组成的国家。和他们人类不同的种族，像是觉醒了灵智的异兽，但却有数量规模，并已成了气候。好，这只站在椅子上的小老鼠有些微微诧异陈凡的淡定，但还是面色认真的沙哑道：陈玉主，王已经同意了其要求，可赊账1年，我们会先行送来2个银色光球，1年后樊玉完成正式交付，但需总共交付3吨百年灵米，多交付1吨作为延时的补偿。可以。陈凡起身笑着伸出右手，答应的极其爽快。毕竟在点亮了黑暗科技树上的第2个图标之后，所谓需要100年才能诞生的百年灵米，其实1年就足够了。这次交易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半月后，陈凡低头望向手里的这2枚银白色光球，正是黑暗科技原点，终于到他手里了。毫不犹豫地点亮了第3个暗淡图标之后，他终于看到了黑暗科技树的3条分支，而分支中的一个通天柱图标吸引了他的注意。黑暗科技名称：通天柱射程加持，黑暗科技品级5，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射程延长至信号塔范围内，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点。陈凡眼睛微微眯起的望向面板上这行字，如今他的信号塔最高范围可达100万公里，也就是说，通天柱不再是一个大陆内的武器了，这绝对是史诗级的加强。随后他看向了民生和经济2条分支，虽然都挺想点亮，但他看见了军事这条支线上的第2个暗淡图标面板，是一个蘑菇云。天老爷，没有谁能拒绝得了一个蘑菇云。虽然他猜测这个蘑菇云可能和他认知的蘑菇云不是一个东西，但他还是想看看。在取舍了一下后，他最终点亮了通天柱射程加持这个黑暗科技，而他也终于如愿以偿的看见了第5个图标。黑暗科技名称：蘑菇云，黑暗科技品级5，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通天柱可吸收城防建筑全力一击的伤害并储存，可储存50%的伤害效能，并在通天柱被启动时爆发出来，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点。陈凡的呼吸在看见这个黑暗科技后，都不由缓缓变得急促了起来。简单来讲，他用20级天道炮对着通天柱轰一炮，通天柱可将50%的威力储存起来，然后再在拥有超长射程距离加持后，轰向100公里之处。这他妈是什么黑科技？简直是军事霸权了！而且也很好的弥补了想要天道炮轰对方大陆必须装在非洲上，却只能一次使用变周毁炮王的弊端。不行，陈凡牙关紧咬，必须想办法再获得一个黑暗科技原点。这个黑暗科技虽好，但他现在没有多余黑暗科技原点用于点亮了，必须尽快再来一个。而刚启程不久后的老者正准备回黑鬼大陆，在路上便收到了来到樊玉希望购买更多那种银色光球的消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对方显得很急迫，这足以证明那个银色小光球真的是好东西，至少对对方极其重要。但没办法，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个东西，也无法鉴定，与其一直放在手里，不如高价交易出去。他们大陆已经没有了，只能去其他大陆问一问了。他们也乐得如此交易，毕竟这对他们来讲也算是一个大买卖。永业大陆玄武城内，一个男童抓着爷爷的手，指向不远处矗立在平原上一个直通天空的柱子，奶声奶气道：爷爷，我想去天上看看。好，爷爷带你去。身旁老者满脸宠溺笑着，牵起孩子朝那根柱子走去。这是樊玉打造的一个玄武天柱，直触天穹，没入云层，停留在柱子2侧延伸出来的平台，俯瞰整个玄武平原。只是今日不知为何，
玄武天柱入口处并未如往常一样排起长队，而是被拉起了一道警戒线。数个身穿梵域制服的成员正面色冰冷的双手背负在身后，拦住周围人群。官爷，这时老者挤进人群，望向一个面色冰冷的梵域成员，试探性的询问道：“老先生。”这位负责维持秩序的梵域成员摸了摸老头怀里男童的脸蛋，低声道：“今天上面来人视察，暂时不对外开放了，改天带着孩子来吧。”明白，明白。老者颤颤巍巍的道了句谢后，才将孩子放在地上，拉着孩子朝外走去。位于玄武天柱33层平台上的陈凡，将下方这一幕全都收入眼帘，嘴角微微上扬，轻笑着没有讲话。他自然是乐于看见民间和谐的，这意味着他治理有方。他脚下的玄武天柱，名义上只是玄武平原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但实际上却是梵域的第一次对外探索，对天空的探索。铜管可以一直累积，只要加以时间，就可以通过吊篮累积一个足够高的高度。正常来讲，从地面朝天上上升1万公里的高度，已经进入外太空了。但这座玄武天柱的高度已经来到了1.4万公里，而这个高度竟然完全没有进入外太空，甚至还发现了一个隐藏信息，那就是20级信号塔的有效传音距离100万公里，是平面距离。当高度超过1万公里时，便会失效。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距离地面1万公里高度的位置打造一座20级信号塔，让它的核导弹在1万公里以上的高度飞行，这样哪怕敌人有什么侦察手段，也发现不了。当发现的时候，一切已经都晚了。随后他来到通天柱最顶端，陈凡望向四周风景，走至边缘处，稍微身子前倾看了一眼，这里往下能看见的已经只有云层了，根本看不见地表建筑。没多说，他打造了一座20级的信号塔，安置在这处平台。几日后，站在江北防线上正发呆的陈凡，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开始嗡嗡发烫，是玄武城那边来的消息。在收到消息的一瞬间，陈凡眉头紧皱，没有丝毫犹豫，转身朝不远处的传送阵走去。一炷香后，陈凡再次出现在了位于玄武平原上的玄武天柱。就在这几日，玄武天柱已被修建至2万公里的高度，并且搭建了一个平台。他现在就站在这个平台上，只是此次联系他，却不是让他来搭建信号塔。在旁边的铜管顶端，10几个身穿制服的梵域成员正尝试性的继续往高处搭建铜管，只是当搭建上去的一根1米长的铜管立刻便化作灰烬消散。狱主，玄武城城主有些忐忑道：“你看这时。”陈凡眉头紧皱，看了一会儿后，才挥手示意周围的梵域成员退去，亲自重新制造了一根崭新的铜管，和最顶端的铜管所相连。他可以确定铜管没有问题，但眼前这一幕确实是他也不理解的。下一刻，他亲自打造出来的这根铜管也化作了灰烬，他有些不信邪，再次打造了一根崭新铜管，并且快速将其转换为虚幻铜管，但还是同样情况。内先生，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刚开口，内先生便缓缓凝聚在身旁，面色有些凝重的沙哑道：“陈凡，你好像发现了一些了不得的事情，你再试试，能不能在这里打造信号塔？”陈凡眼睛微微眯起，在这处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平台处，再次打造了一座信号塔。然而下一刻，这座信号塔近乎上半截全部化作灰烬消散在空中。他看明白了，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高度是个限制，超过这个限制，一切建筑无法打造。他有些不信邪，当即挥手，再次原地打造了一门20级天道炮，安置在平台上，消耗了9000万枚鬼石，一发轰入高空中。下一刻，轰！炽热光柱如同神罚般从平台上轰向高空。这回他看清楚了，他看清楚头顶上空在如此攻击之下，缓缓浮现出一层淡金色的气边形光幕。当光柱消散的一瞬间，附近头顶上空的光幕同样缓缓散去，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2万公里，这是天地的限制，可以随意发展，但唯独不能超过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高度。这一旁的瘸猴和玄武城城主眼中浮现出一丝震撼，纷纷愣在原地，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有些受到了冲击。他们想过很多种原因，唯独没想过是天地限制了他们继续向上探索。少爷，有没有可能是雷雨海域？没可能。陈凡摇了摇头，他可以很确定不是雷雨海域，只因他这一炮轰出去后，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上浮现出了一则面板：丁，你成为第一个接触到陨落天穹的玩家，成功触发成就直达天穹，奖励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很久违的面板，至少玩家这个字眼很少见，这是第2次见，第1次见还是很久很久之前，他打造了第1座满级建筑，触发了成就快人1步，这是第2次，在距离2万公里的高度，是陨落天穹，仅只是接触便获得了黑暗科技原点，这足以证明此地的稀有性。内先生，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轻声道：“你可听说过2万公里的限制？”完全没有。内先生摇了摇头，坚定道：“这个我可以确定，或许等永夜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后，我接收到更多隐秘消息后，会知晓这件事情，但现在我完全不知道。不过这个限制好像压根完全没有用，毕竟没有哪座大陆的建筑会超过这个高度。当然。”内先生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脚下的玄武天柱，永夜大陆的除外。永夜大陆实在是太爱探索了，轰碎了上去看看。陈凡轻声道：“咋可能？”内先生无奈道：“刚才不是试了吗？一发20级的天道炮，也仅只能让那光幕掀起一丝波澜而已，这就够了。”陈凡笑了起来，没再说什么，而是转身朝一旁电梯走去，准备回梵域。玄武天柱短时间内没有来的必要了。
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全部信息。这个光幕固然是他见过最强的防御，但毕竟还是掀起了波澜。能掀起波澜就意味着能受损，能受损就意味着肯定能击破。江北防线重新站在城墙上的江刚获得的一个黑暗科技原点砸在了军事支线上的蘑菇云科技，随后他才朝无名山后方走去。最近几日，通过冯奇亚大陆那边窃听来的消息，对方晋升3级大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3-5年内没戏，短时间内不会开战。他在想用天道炮轰开陨落天穹的得失，他不知道轰开后有没有好处，也不知道上面有什么，也不知道要不要应该轰开。如果有具体信息告诉他上面有什么就好了。他从怀里掏出问天铃，不抱希望的随意摇了摇，又塞回怀里。但很快，一则消息让他突然僵在原地。陨落天穹是原始大陆的天穹，在原始大陆碎裂后，天穹陨落，形成无尽天幕。倘若能破开陨落天穹，便可吸收原始大陆一部分的天穹，使无尽原始灵气顺着缺口洒在大陆，形成一批黑渊。陈凡停住了前进的步伐，看来轰碎陨落天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看回答他应该只能轰出一个短暂的缺口，缺口不会一直持久。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需要多少门20级天道炮才能轰出一个缺口。不知不觉在思索着，陈凡已经走至无名山后山，先将脑海里的这些想法放在脑后，试试核弹头版的通天柱。很快，一根由无数白色线条所形成的一根1级通天柱缓缓凝实，下一刻，轰！旁边一座20级的天道炮，在经过短暂酝酿后快速启动，一道炽热光柱携带着不可抵挡之势轰向这根1级通天柱。黑暗科技蘑菇云没有限制通天柱等级，他想看看1级通天柱能否承受柱其伤害。这一道足以在大陆上留下满地疮痍的炽热光柱，在遇到通天柱时，宛如遇到天敌一般，被通天柱全部吸收进去，直至一滴不漏。陈凡默默地望向这根矗立在原地的1级通天柱，此时宛如太阳一般，散发着炽热的光芒，温度极高。1级通天柱也完全可以容纳20级天道炮全力一击。这是樊玉第一根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要不是此时还没正式开战，他都想得冯奇亚大陆上扔一发看看效果。随后他又打造了一根20级的通天柱，并充能完毕。20级通天柱的满级效果是对非永夜大陆目标伤害提升2倍。至此，樊玉拥有了2个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然而，正当他准备开始在海域里试爆时，怀里的传音符响了，是来自冯奇亚大陆那边的急报。狱主，冯奇亚大陆的人刚才抓到了我们在城内的人，按上了一个打探情报的罪名，执行鞭刑后送了回来，请问如何处置？有点意思。陈凡眼睛微微眯起，上次冯奇亚大陆赔付他的50亿枚鬼石他没收，就放在了冯奇亚大陆，时不时派人过去清点鬼石数量的同时，打探冯奇亚大陆情报，一直相安无事，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人在干什么，也无人敢动他的人。但此次突然试探，是发生了什么？冯奇亚大陆想主动开战，先治伤，然后谴责对面的做法，让对方给一个说法出来，并明确告知一炷香后不给樊玉一个说法，樊玉便会给冯奇亚大陆一个说法，每隔一炷香给一个说法，直到冯奇亚大陆给出说法为止。传音符对面明显愣了一下，但还是沉声道：收到，狱主。在挂断传音符后，陈凡才突然笑了起来，抬头望向面前这2根已经充能完毕的通天柱，这下有可以试爆的地方了，顺便还可以试试通天柱的巡航能力，一举两得。冯奇亚大陆，此时冯奇亚大陆之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坐在王座上，面色阴沉地敲击着扶手，像是在等待什么信息一样。周围一众臣子无一人妄动，整个宫殿内显得极其压抑，寂静无声。冯奇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只差最后一个隐藏天道赐福，和一枚大陆核心便可完成晋升。隐藏天道赐福还好说，但大陆核心他们完全不知该如何获得。最后经过智囊阁的商量，觉得既然名为大陆核心，那肯定是一座大陆凝聚的核心，理所当然应该彻底摧毁或占领一座大陆，方可获得。说白了就是要开战。不过既然要开战，那就肯定要找一个软柿子，周围都是些底蕴未知但极强的老牌2级大陆。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将目标定为樊玉，一个刚晋升至2级大陆的新兴势力。虽然智囊团评价下来略强于自己，但现在想要晋升至3级大陆，那就不得不打了。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快速走进大殿，单膝跪地，沉声道：樊玉回应了，樊玉谴责了我们的做法，并让我们给出说法。一封书信被快速递上来，冯奇亚大陆之主在看完这封信后，紧皱的眉头突然缓缓舒展了开来，脸上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将书信拿在手中，望向下方一众臣子，笑着道：都传阅看看吧，文绉绉的读起来很有意思。樊玉终于露怯了。按照往日行事作风，不是应该派出一艘装载着天道炮的非洲前来轰一炮吗？现在却是要我们一炷香内给出一个合理解释。都下去准备准备吧，战前准备。片刻后，大殿内一个侍卫汇报道：圣上，我们距离新大陆最近的一座载具工坊，此时已经生产出了数十艘非洲，每艘非洲上都安装了一门20级天道炮，随时可起飞。智囊阁早已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闪电袭击樊玉新大陆，在樊玉未反应过来之前，以最快速度占领摧毁新大陆，以获得大陆核心，并将大陆核心带回冯奇亚大陆。圣主，相关粮草兵马早已暗中调动完毕。圣上，下方的臣子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这些日子樊玉的威慑压着所有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今日终于畅快了一回。好，听着下方一众臣子的汇报，坐在王座上的老者也是颇为畅快的捋
着胡须，那就等一炷香。樊玉不是说若逾期未达，当以一言相告吗？此言过后，每过一炷香，樊玉便添一言。我等就静坐在这里，看看那樊玉一炷香后能给个什么言。甚好，甚好！大殿内顿时一片笑声，显得其乐融融。与此同时，冯奇雅大陆边缘地带，一个暗阁成员沉默许久后，才将一封书信递了过去。另外几人，樊玉谴责了冯奇雅大陆的做法，希望冯奇雅大陆给出一个说法，并无开战的打算。闻言，众人皆陷入了沉默。狱主不是一直找一个开战的理由吗？怎么会这样？男人也沉默了下来。他是樊玉暗阁第一批老成员，他知道狱主一贯的强硬作风。或许现在的樊玉需要的是发展，不是战争。狱主要操心的事情有很多，不仅仅是冯奇雅大陆。随后，他望向一旁缓缓燃尽的一炷香，从怀里掏出传音符。一炷香过了，冯奇雅大陆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我先回禀狱主，让狱主决断。就在这时，原本被油灯点亮、有些昏暗的帐篷内，突然变得极其亮堂，有刺眼强光顺着帐篷缝隙涌进帐篷内。紧接着，光线越来越亮，帐篷内也越来越亮。三人先是一愣，随后下意识冲出帐篷，抬头望向空中，只见远处海面上一根散发着炽热强光的通天柱，正以极快的速度朝冯奇雅大陆激射而来。速度极快，其携带的恐怖威力，哪怕只是惊鸿一瞥，也能清晰感觉到灵魂深处所传来的那种恐惧。等等，这个脸庞棱角分明的男人僵在原地，身子控制不住的浑身颤抖。我好像知道，狱主说一炷香内冯奇雅大陆不给说法，就给冯奇雅大陆一个说法。这句话里的说法是什么了？而这道携带着恐怖威力的炽热光柱所散发的光芒照在海岸线上，将整个海岸线照得无比通亮。轰轰轰，伴随着炮鸣声，无数道猩红光柱从冯奇雅大陆地面轰向高空。这是冯奇雅大陆的防空炮群，企图拦下这道突如其来的袭击。然而，这道光柱的速度太快了，这些猩红光柱根本来不及拦截，便被远远甩至身后，直至这道炽热光柱一路深入冯奇雅大陆，落在一处深山里，哪怕距离数百公里，也能清晰地看见大量火光冲入高空。紧接着是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数息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天边传来，地面都在隐隐震动。没有人知道这道攻击是从哪来的，但所有人又都知道这道攻击是从哪来的。驻扎在冯奇雅大陆的樊玉暗阁族长，此时正满脸震撼地望向远处高空那朵蘑菇云，并手持匕首，眼里闪烁着警惕，望向不远处看守鬼石的士兵，看起来是要开战了。他还没收到具体命令，不能轻举妄动，一旦收到正式开战的命令，或者是自由还击的命令，便是到了他们出手的时候了。而对面的那些士兵，冯奇雅大陆派下来负责看守51枚鬼石的那批士兵，此时也有些茫然地望向远处那朵蘑菇云。这是天道炮？不对，他们根本没见非洲使过。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攻击手段？为何是他们从未看见的？开战了！冯奇雅大陆核心处，一道急促的声音从殿外响起，打破了殿内谈笑风生的气息。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面色焦急地冲了进来，如此慌张，成何体统？正坐在王座上的老者此时面色微微有些不满，有什么消息呈上来便是，天塌下来也有我顶着，急什么？说什么事儿？距离樊玉驻扎大陆区域278公里的深山载具工坊，在刚才遭到不明势力的打击，2座9级载具工坊被毁，刚生产出来的非洲尽数被毁，那些已经安置了20级天道炮的非洲也尽数被毁，驻扎在该工坊的数万余人全部蒸发，方圆近百里，沦为废墟。话音落下，大殿内顿时一片鸦雀无声，变得极其寂静，空气冰冷的像是能滴出来水来。冯奇雅大陆之主坐在王座上，面色渐渐难看起来，双手不自觉地握紧扶手。他此时自然已经知道给他们一个说法是什么意思了，是什么攻击手段可以跨越如此之远的距离，轰到他的秘密载具工坊。通天柱不对，通天柱没有这么远的攻击范围。天道炮也不对，没有非洲深入腹地。根据情报，是一道速度极快的炽热光柱，散发出强烈的光芒，比白昼都亮。布防在岸边的防空炮根本没有起到作用。那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是来自于樊玉的威慑，对自己军事火力的展示，以及对情报能力的展示。这座载具工坊是秘密打造的，为了就是在不被任何人所知晓的情况下，打造大批非洲对新大陆发起突袭。这樊玉又是怎么知道的？如此隐秘的情报，是樊玉那几个人就能探测到的。大殿内所有人都有些坐立不安。樊玉既然知道他们的秘密载具工坊，那说不定也知道他们这里的位置。万一同样手段给他们这里来一发，那他们就可以宣告全部升天了。别急，哪怕发生了如此之大的事，冯奇雅大陆之主眼睛紧闭，沉默了许久后才睁开眼睛，沙哑道：“樊玉驻扎在海边充当眼睛的那几个人，不可能收集到如此隐秘的情报。更何况，我们这些日子有意无意的对那些人泄露了不少假情报，那边应该正在核查才对。这个信息肯定是从其他地方泄露的，可能是一种来自高空的侦测手段，也可能是对传音符的一种窃听，又或是其他。从现在开始，尽量进入陌生状态，使用传音符时少透露重要情报，对一些暴露在天地间的建筑进行隐蔽处理，并且快速整理一门传讯专用的暗语，对樊玉求和，看看樊玉什么态度。如果樊玉非要打，不给我们一丝喘气的机会。”呼，老者轻呼了一口气后，浑浊的瞳孔中闪过一丝残忍。那就打，和樊玉拼了！老子倒要看看樊玉是不是真的那么难打。是，台下一众臣子纷纷响应，随后快速退去。在所有臣子都退去后，老者才突然软了下来，靠在王座上，眼里闪过一丝无助。当着一众臣子面，他不能显得太软弱，但真要彻底打起来，结果是什么？真的不可知。至少樊玉这种手段，他就从未见过。
还不错。樊玉、陈凡略微满意的听着耳边的汇报，刚才发射的是一根1级通天柱，威力他觉得很不错，最主要的是射程范围极远，可以跨海域打击到敌人。现在该试试这根20级的了，看看通天柱的满级效果会不会附加上去。如果会附加上去的话，那威力会变得更大。就在这时，狱主冯奇雅大陆来信。待会儿，陈凡摆了摆手，止住身旁人的汇报，随后才大手一挥，那枚矗立在无名山后方的20级通天柱缓缓拔地而起，并且快速升空，直至没入1万多公里的高空中，随后才朝冯奇雅大陆的方向激射而去。这回轨迹不一样，上一根的发射轨迹是低空发射，能让冯奇雅大陆清晰地看见发射轨迹，而这次是升入高空，然后在抵达目标区域的时候，从高空以俯冲角度直冲下，2发不一样的通天柱，试试效果，大概会总下关键信息。那边求和，愿给予战争赔偿。可以，允了。陈凡咂巴了下嘴，笑了起来，再加一句，就算在收到这封书信之前，1炷香时间又过了，马上就要抵达冯奇雅大陆了，请那边做好接收准备，免得误伤。挺好。他刚想准备试爆，冯奇雅大陆就跳了出来，给了他一个完美的试爆目标，一切发展的就像提前计划好一样，马上就能知道2根通天柱有没有差距了。不过他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按理来讲，冯奇雅大陆如今最重要的应该是早日晋升3级大陆才对，为什么还会主动挑衅他们？晋升3级大陆的任务和挑衅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吧？难道是什么隐藏天道赐福，或者是某个建筑需要挑衅他们？这个得看看能不能抽到相关消息。另外一边，这樊玉他妈是什么意思？坐在王座上的冯奇雅大陆之主终于忍不住的怒骂了起来，但还没等他骂出口，一道急报再次传来：西部大型粮仓被毁，里面所储备的粮食和相关种子，供整个大陆的人生活10年，刚才遭到不明攻击，死亡人近万人。知道了。冯奇雅大陆之主有些疲惫的沉默了许久后，无力道再次给樊玉发起一阵求和信，并且派人去慰问樊玉驻扎人员，给予看望和赔偿，并且让智囊阁的人尽快分析出这种攻击手段如何抵御，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再吩咐下去，短时间内和樊玉以和为贵，不要招惹樊玉。竟然是一座粮仓吗？站在江北防线上的陈凡有些感慨的抬头望向前方海域，战争真是亏本啊！他一个携带了核弹头的20级通天柱，需要大概5亿枚鬼石的消耗，竟然仅只是轰没了一座粮仓。不过从这一次从实验也见识到了20级核弹头的威力。而与此同时，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消失许久的魏魏正趴在玄武天柱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平台上，抬头望向头顶什么都没有的一片虚无，又偏头望向自己身旁那2头巨大的鳄鱼，灯笼大小的眼睛里散发着茫然，像是在说：真的可以吗？他真的可以吗？魏魏旁边那头体型较大的雄性鳄鱼此时一本正经地瓮声道：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是万里挑一的吞天鳄，天生具有破阵天赋。这个所谓的什么陨落天穹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但只要是阵都归魏魏你管。樊玉不是准备用天道炮轰开这个陨落天穹吗？你这个时候要是能率先破开这个，那就是一大功了。快，爹已经给你算好良辰吉日了，就是现在，现在一找下去必能破阵。光宗耀祖时刻就在此时。听着老爹的一番长篇大论，魏魏有些不确定的偏头望向一旁体型较小的鳄鱼，也就是他妈妈。只见这头鳄鱼颇为人性化的点了点头，听你爹的。魏魏低吼了一声后，才张开血盆大嘴深吸一口气，腹部微微鼓起，整个人宛如原地弹射一般，瞬间击射在空中，重一爪拍向什么都没有的空气中。就在这一爪即将落下时，空中浮现出了结界，由无数个七边形组成的天地结界，覆盖了方圆数千米。啪！魏魏低吼着全力一爪拍了上去。然而以往无不利的破阵手段，在这一刻仿佛失效了一般。以前无论是什么阵法，在魏魏面前都是一爪破之，如今这个陨落天穹结界却仅微微一颤，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魏魏摔在地上，有些失落的呜咽了一声，显然想要靠他拍碎这个陨落天穹有些不现实，振作一点啊！身旁那个体型较大的鳄鱼有些恨铁不成钢道：你好歹也是樊玉兽阁之主，樊玉高层之一，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遇到点难题就放弃了？昔日狱主用天道炮轰向结界所造成的效果，不也是微微一颤吗？已经很可以了，你这一爪相当于帮樊玉省了数亿枚鬼石。来，继续，几十次、数百次之后，说不定就可以了。魏魏闻言又重新振作起来，眼里散发着亮光，抬头盯着空中那缓缓消散的天地结界。就这样，在这个距离地面2万公里的凸起平台上，一条鳄鱼不断弹射跃在空中，用自己粗壮鳄爪拍向结界，而在旁边是2条不断鼓励加油打气的鳄鱼，3条鳄鱼再次显得极其热闹。狱主魏魏那边暂时还没什么进展传来，陈凡如许久前的雨季那般一样，在城墙上搭了一把摇椅，晃晃悠悠地坐在摇椅上翻阅着手里的书籍，听着身旁王奎的汇报，有一搭没一搭的随意点着头。他没阻拦魏魏，毕竟魏魏身为吞天鳄，天生具有破阵天赋，或许可以有奇迹发生，只是现在看来不着急，不用过多关注。陈凡低头望向手里这本画本，有些漫不经心的随意道：如今他得到的信息，魏魏一巴掌可以使得陨落天穹微微发颤，和他一发天道炮的威力差不多，刚好可以让魏魏试试陨落天穹的结界机制，比如这个结界是有一个承受伤害上限且不会恢复，那魏魏只要消耗的时间足够多，总能破开这个结界。
结界，但如果这个结界会自我修复，必须在短时间内突破一个临界值，那就是消耗时间再多也没有意义的。具体哪种机制，他暂且不了解，但等微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得出答案了。明白。站在一旁的王奎应了下来后，又再次汇报道：梵域第1届春考即将开始了，共9门学科，选出9个榜首。第1届春考举办地点就在江北樊城，于3日后正式开始。已经有很多学子赶往樊城，并且这些日还有陆陆续续的学子赶往樊城。陈凡点了点头，轻声道：梵域春考是选拔人才的大事，决定着梵域的中层根基，必须重视。第1届的9个榜首要让其位居高位，除了榜首，那些名次靠前的人也要给一个不错的岗位，提高春考的地位，让所有人都清楚，只要参加春考并取得一定的名次，便有一个足够广阔的未来等着他们去大展拳脚。明白。随后，陈凡才伸了个懒腰，有些慵懒的从摇椅上起身，来到无名山，准备朝1号洞穴走去。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心中感到一阵异动，抬头望去，便看见头顶有祥云在凝聚，一道由无数金色光点组成的瀑布正缓缓将他笼罩进去。下一刻，他看见灵魂深处浮现了一则面板：梵域完成2级大陆隐藏天道赐福之一，文化诞生。文化诞生，有一部文学作品或音乐作品诞生于民间，并流传整个大陆，被一定人所知晓。讲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50亿枚鬼石。陈凡微微愣在原地，这倒纯属意外之喜了。得益于私塾的普及，一些文人写的话本在民间流传，这也让永业大陆开启了新的文化新时代。而且他压根不知道2级大陆的隐藏天道赐福是什么，这完全就是无意间完成的。几日后，永业大陆上的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梵域的第1届春考。告示牌下，一众人讨论着滔滔不绝，各有各的想法。而乔装打扮的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站在人群外围，单手拄着手杖，眼里带着笑意望向眼前这一幕。少爷。站在陈凡身后的瘸猴低声道：目前来看，百姓对这次梵域春考热情还是挺高涨的，应该能筛到不少人才。陈凡轻点了下头，没有多说什么。人才储备是必要的，不过在永业大陆，在筹备第1届梵域春考之际，一艘非洲正在毫无边际的海洋上空缓缓飞行。非洲甲板上，一个身穿梵域商阁制服的男人此时正面色凝重地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身为商阁州长，承担对外探索的任务，但此时他却遇到一场危机。所在非洲芥子市内鬼石储备充足的情况下，非洲速度突然骤降，直至降至一动不动。他第一时间便尝试联系梵域，但传音符无法使用，通讯被强制切断。毫无疑问，他被困在1000米高空中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际存在的虚空沼泽里，无论是上升下降都无动于衷。此时留给他的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继续探索。就在众人商讨如何应对时，前方云雾渐渐散去，他看见了一座面积不算大的岛屿。走，寻巴，你负责留在非洲，我们在天黑前赶回来，你负责接应，若看见魂雷爆炸，立刻逃离。周长深吸了一口气后，下令非洲降落在这座岛屿上，并快速绘制着手里的鬼皮地图上，标注了一个点，示意这里有一座未知岛屿，这样哪怕他死了，等梵域其他人来到这里捡到他的鬼皮地图后，也可补上这一片海域的未知缺口。他不知道这座岛屿里有什么，但显然非洲在下降至这座岛屿时可以正常下降了，没有那种被阻拦的感觉。很快，非洲落在岛屿边缘，随后从非洲上走下来的4人，面色警惕地乘舰使队形朝海岛中央逼去。注意警戒！走在最前方的中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柄袖珍火炮，走进一片枯萎气息的丛林。为首的中年男人抬头望向头顶那至少有40-50米的枯树，没有树叶，正值黄昏，那一根根光秃秃的树枝看起来宛如张牙舞爪的幽魂一般。男人呼吸渐渐急促起来，跟在身旁的3人也无一人讲话，面色都有些紧张。这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在梵域的记载里根本就没见过这种地方，一切都得靠他们自己。走在最前面的州长将火炮拎在手里，不断巡视着四周，地上没有一片落叶，也没有落叶腐朽的迹象，这意味着这片丛林很有可能一直保持着这种腐朽衰败的姿态。安静，极其安静，没有鸟鸣声，没有蟋蟀叫声，没有爬行动物划过泥土的声音，也没有野兽乱窜的声音，除了他们几人的脚步，几乎听不见任何一道其他声音。不知是不是错觉，又或是紧张所导致，他总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大，如雷声砰砰响起，近乎震耳欲聋，神经也在这一刻紧绷到了极点。下一刻，一道近乎不可察觉的异动在几人左侧响起，但在如此寂静的情况下，这点异动几乎瞬间惊醒几人。轰！几乎同一时间，4人齐齐转身，动作干脆利落地掏出手炮轰向左侧，猩红光弹射出，泥土被翻起，附近的几棵枯树也轰然倒地。谁？周长嘴唇微微发颤地低吼道：“一发手炮就需要消耗500枚鬼石。”但此时也无人在意这个消耗，无人回应。在确定没有动静后，几人才小心翼翼地朝左侧移动而去。除了看见几个被轰出来的弹坑后并无异动，就仿佛他们产生了幻听一样。带队的州长没有放下警惕，这肯定不是幻觉。不知不觉，天色变得更暗了，永夜马上降临了。糟糕的是，这已经超过了他们预定返回非洲的时间。不知为何，时间流速感觉快了许多。这个时候肯定回不去了，需要原地驻扎。原地驻扎！州长面色警惕地下令道。身后一个手下闻言，下意识摸向身后，那里有用绳索所捆着的鬼火。但当他手摸到后背时，突然面色大变，声音开始发颤。
州长随身携带的3级鬼火不见了。说罢，州长面色瞬间难看起来，大步走到这个手下身后。此时背后哪还有被捆起来的鬼火，只有被切断随风飘荡的绳索。下一刻，其中一个男人精神彻底崩溃，满脸恐惧，高吼着朝丛林外快速狂奔而去，想要在天黑前逃回非洲。回来，州长有些焦急地低吼着。然而，此时这个男人已经失去理智，充耳不闻的埋头狂奔，还发出一股夹杂着哭腔的吼叫声。州长也没再阻拦，只是面色难看的低头快速思索着。阁主曾经说过，越是这种情况越不能急。阁主当年能2次穿过雷雨海域，他就也能从这里活着出去。首先，他原本计划是在天黑前赶回非洲，但不知不觉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此时就算朝海边狂奔，都赶不回去了。如果不是时间流速被加快了，那就是某种生物或者说鬼物影响了他们的认知，让他们不知不觉度过了黄昏。再加上那么重的一个鬼火从手下后背上消失，手下竟然没有任何反应，更可以证明一点，所以左侧一开始的动静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其真实目光是夺走他们的鬼火。为何要夺鬼火？因为天要黑了，但能轻易割断10级缆绳的鬼物会惧怕鬼火，江北荒原上稍微强一点的鬼物都可以冲击鬼火，雨季里更是几乎只要是个鬼物都敢冲击鬼火。那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2个可能，要不是一个实力极强大的鬼物有某种恶趣味，准备慢慢在永夜里折磨死他们，让他们死在极致漆黑中，要不就是这个鬼物攻击性极强，但防御性极弱，且无法靠近被点亮的鬼火。如果是前者，他们认了；如果是后者，那他们就还有一线生机。只是他看了眼身旁的2个手下，此时不能将他的推测讲给2人听。那个鬼物此时大概率就藏在暗中，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他只能尽量安抚，望向周围快速暗下来的光线，尽可能的平静道：从现在开始，我们3个人背靠背吗？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听我的。我会像狱主当初带着阁主离开江北雨季，和阁主当初带我穿过雷雨海域一样，带你们离开这里。他的视线紧紧望向丛林深处。既然老姚跑了，他在等老姚的魂雷响起。如果真如他所猜测的那样，这个鬼物防御力极弱，或许会直接被老姚的魂雷炸死。只是久久都没听见有爆炸声响起，难道那个鬼物没去追落单的老姚，又或是并没有第一时间杀死？魂雷只有在死亡后才可引爆，无法主动引爆。他其实不聪明，不算是个聪明人。最开始他是江北城野狼帮的，但此时他身为州长，他必须强迫自己想出一个办法来。就在这时，永夜袭来了。他看见浓郁的黑暗如往日一样从天边快速袭来，眨眼间便笼罩了整个岛屿。他轻呼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鬼火的保护下站在永夜里，那种极致的漆黑，哪怕是闭上双眼所带来的压迫感，也令他呼吸不由加快。他感受到了另外2人的后背紧贴着他，也在发颤。别慌，别慌，他像是催眠般的安慰着自己，并且紧紧握住手里的手炮，对黑暗中那个未知的鬼物做着侧写。一个孤独的鬼物无法离开岛屿，岛上没有任何生物，也没有人路过这里，极其无聊，不知存在了多久。这种情况下猛然看见有人类登岛，第一反应肯定不是杀死，而是慢慢玩弄，来打发无聊。而他要抓住的机会，就是对方不打算第一时间杀死他，想要玩弄他的机会。就在这时，一阵微风拂过，夹杂着一丝顽童的取笑声。脖颈先是一阵冰凉，随后才后知后觉地传来一阵刺痛，温润的血液缓缓流下，伤口不深，更像是满眼爱意但却是女鬼身的妻子对丈夫的抚摸，温柔且致命。男人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站在原地，双眼紧闭，像是入定了一般。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神经如此集中过，他甚至有空杂想，他曾认为自己在面对死亡时，或许也会恐惧会崩溃，但没想到他表现得如此镇定，他都有些佩服自己了。下一刻，再次一道微风拂过，这次是右手臂，衣服被撕裂的声音响起，或许是他表现得最镇定的缘故。黑暗中的这个鬼物并没有伤害其他2人，反而是一直盯着他。这次他在隐隐约约的笑声里听见一丝不满，就像是人类用水圈起了一只蚂蚁，想要看蚂蚁四处碰壁，结果蚂蚁却待在原地视若无睹，一动不动一般。那种高级生物面对低级生物并没有按照自己剧本去发展的那种不满。很快，微风再次拂过，这次有了破空声，他腹部多了一道皮肉绽开的伤口，这道伤口要重不少，鲜血开始控制不住的狂流不止。然而男人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嘴角因剧痛下意识抽了抽，甚至都没有从怀里掏出治疗伤势的祭坛水。在大自然界，有很多生物在被自己强大敌人所捕获时不会挣扎，像是在等死般任由啃食，所等的就是敌人所放松的那一刻，爆发出所有余力，瞬间逃跑。他此时便是如此。微风再次袭来，多次袭来，速度和频率都越来越快。然而他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从一开始的隐隐笑声，直到现在已经能嗅到一丝愤怒的意味了。显然这个鬼物并不满意他的猎物这个反应，终于不再是微风袭来，而是实体。他感受到了实体触感，几乎一瞬间，双眼紧闭的男人手臂快如闪电般猛地刺出，伸向前方握住了一个黏糊糊的东西，大脑没有任何思考，右手握着手炮对向前方，扣动扳机开火。轰！爆炸声响起，他感觉到手里握着的东西突然软了下来，还有粘稠的液体溅射在他身上，来不及过多反应，再次扣动扳机，直至手里握着的东西彻底软下来。男人这才松开手，
继续站在原地耐心等待着。数十息后，才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将其中的祭坛水喝进肚子里。老大，你还好吗？身旁一个手下有些声音发颤的开口问道。虽然因为黑暗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但通过声音，他们能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还好，男人声音沙哑的缓缓道，继续警惕，黑暗里不一定只有这一只鬼物，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杀死了一头什么鬼物。但可以确定的是，防御确实很弱，和他所猜测的一样，只要手炮正面命中，几乎可以一击毙命。而对方攻击力极强的同时，速度也是极快。极致的漆黑中，只有3人微弱的喘气声。不知过了多久，四周的黑暗如潮水退去般快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远处缓缓升起的朝阳。下一刻，除了周长之外，剩余2人几乎是瞬间瘫痪在地。这是精神高度紧张了1个晚上后，彻底来到了极限的征兆。此时，这个为首的男人才看清楚在面前弹坑里的那个鬼物，像章鱼一样的存在，软绵绵的一滩，地面上散落着粘稠的液体，有数十根触手，旁边还跌落了数枚鬼石和一件他看不懂的异宝，是令牌状的。他快速将地面上的所有东西全都捡起来，快速收进怀里。令牌状的异宝往往价值不菲。与此同时，高空隐隐传来一道闷雷响声，紧接着，只见一场绿色大雨突然笼罩了整个荒岛。紧接着，那些不知枯萎了多少年的树木，在这绿油油的翠雨下，像是被灌溉了生命源泉一般，稀稀疏疏的快速长出大片大片绿叶。眨眼功夫，整个森林布满绿色气息。不仅仅如此，高空之上，这场翠雨在空中形成了一串文字，是他们看不懂的文字，但却能清晰看到其表达的意思。他曾经见过这种文字，那是永夜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时所出现过。崎岖岛成功被占领，占领势力永夜大陆繁育，占领人永夜大陆繁育商阁17组州长张太平。男人呆呆地抬头望向眼前这一幕，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过来，便听见一阵地动山摇。只见一座高达数十米的石碑，宛如小山一般，在满是鹅卵石的海滩处从地底缓缓升起。耳边的手下也传来夹杂着喜悦的急促声：“老大，传音符恢复正常了，已联系上繁育，立刻汇报我们所经历的，和当前坐标。”是永夜大陆。陈凡正站在樊城的城墙上，望向不远处荒原上那个拔地而起的巨大石碑，足足有数百米之高，碑名“开辟榜”，其上只有一行字，记录着岛屿名字、占领岛屿的势力和领队的州长。此时距离繁育第1届春考还有2日，他正留在樊城，大部分精力放在春考上。正忙碌时，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在不断闪烁，成功探索到第1座稀有岛屿，完成了探索世界第1步，将一枚天道石。紧接着，他便感觉到樊城外在地动山摇。当登上城墙时，便看见一座巨大的石碑拔地而起。身旁王奎已汇报完了消息，他已知道了缘由。昨夜，商阁一队外出探索人员发现了一座稀有岛屿，并成功占领，为繁育占领了第1座稀有岛屿，在位于新大陆0.6万公里的地方，名为崎岖岛。狱主王奎又收到了新的消息，从怀里掏出一张牛皮纸，快速递了上来。这是商阁17州州长传回来的信息，在那座崎岖岛上也升起了一座石碑，这里是石碑上所刻录的信息。陈凡接过，低头望去，稀有岛屿崎岖岛，岛屿品级绿色，岛屿效果被繁育亲手埋葬在这座岛屿的所有生灵，在经过漫长时间后，都有较低可能重新复活，需保持尸首至少30%完整。该品类稀有岛屿只会在大雾天有概率显现，且只对10人以下开放。登陆岛屿并杀死驻岛鬼物，便可占领该岛屿。岛屿可转让、攻陷等。人生之路多崎岖，唯有自渡方成佛。他眼睛微微眯起，一座绿色品级的岛屿，绿色品级不算太高，放在1堡里已经跟不上繁育的发展了。但如果是一座稀有岛屿的话，这个品级就另说，至少这个效果他很喜欢。鬼皇95拥有复活自己手下的手段，这个手段他一直很羡慕，如今他也有了。哪怕概率较低，但只要有一定的概率，便意味着哪怕死后也拥有了希望。那些为繁育战死的人，在临死前也不会特别绝望，也会有希望有朝一日重返繁育。这是一座墓地岛屿，也是繁育探索到的第1座稀有岛屿。天空响起闷雷，他抬头望去，一场范围极小，仅仅将他一人笼罩进去的金色大雨洒落了下来。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再次浮现出了一道信息：繁育完成2级大陆隐藏天道赐福之一，探索世界，探索世界，探索到任意一个稀有岛屿或特殊地形，将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50亿枚鬼石。又一个隐藏天道赐福完成了。他原本是等春考结束之后去开辟陨落天穹来完成这个隐藏天道赐福的，没想到下面的人提前完成了这个隐藏天道赐福，又获得了一个黑暗科技原点。如今看来，应该是2级大陆的5个隐藏天道赐福，每个完成后都能获得一个黑暗科技原点。他已经有了2个黑暗科技原点，还未使用，可以升1升经济了。陈凡那先生不知何时缓缓凝聚在身旁，望向不远处那座数百米高的巨大石碑，恍惚道：“这是开辟榜，天地自然形成。当这座石碑形成，就意味着所属势力已经成功探索到了第1个稀有岛屿，算是正式迈向这个世界了。接下来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存在，希望你已做好了准备。”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默默观察着繁育的发展状况，最大的感触就是快，太快了，几乎每时每刻繁育都在快速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和他以前所在的那座大陆完全不同，没有任何死气沉沉的感觉，是一种哪怕生于黑暗中亦生机勃勃的感觉，是好事，但也不是好事。这种速度发挥再下去，迟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存在，大战一触即发不可免。他害怕繁育战败，害怕看见永夜大陆重新生灵涂炭的那一天。
陈凡没有讲话，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望向下方的一切。无数百姓正拿着传音符将开辟榜上的信息传到永业大陆各个角落。那个叫做张太平的繁育商阁17组的州长一夜成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名字，并且这个名字会永久被刻在这座开辟榜上，所携带的荣誉那更是无法估值。待张太平归来，他肯定会给予一笔钱财奖励，有荣誉，有名声，有权财，这就是商阁的魅力。只要你运气足够好，实力足够强，能探索到一座新大陆或新岛屿，就什么都有了。从原本的默默无名之辈，一夜之内名彻天下。一时间，他甚至听见了城内无数年轻人的喘气声，那是一种激动向往的喘气声。有什么吸引力比一夜成名对年轻人吸引力还大吗？有谁不想鲜花簇拥，人尽皆知？原本很多准备参考的年轻人心中都有所想加入的部门，但此时在经过这件事情，不少人都在开始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商阁了。目前来看，要想建功立业，还是得去商阁啊。崎岖岛上的张太平已在返程路上，但路途遥远，短时间内还回不来。陈凡此时已回到无名山后方，独自一人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规划着繁育领土。目前繁育所占领的领土已经有永业大陆、护翼大陆、新大陆这3座大陆，以及崎岖岛屿这4个地盘，相距都较远。就在这时，耳边里的传音符突然响起少秋的声音：“狱主，繁育暗格捕捉到，在永业大陆百姓中流传着一个对狱主你可能不利的信息，说你是傅氏母，是个屠夫昏君。目前传播范围主要在永业大陆东部，传播范围不广，相关人员已控制起来，已经在审讯了。”正独自一人坐在树杈上躲了个清静的陈凡眉头微微皱起。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黑历史，他也不例外。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怎么会突然翻出来？而且他没弑父弑母，父是齐越亲手杀的，而弑母更是无稽之谈了。但这种事情不能解释，越描越黑，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突然冒出来，必有源头。就像这些流言蜚语，也必有背后人在操控。只是永业大陆还在保护期，其他大陆的人不可能穿过雷雨海域，就算穿过雷雨海域，也在保护期内无法登陆。也就是说，传播谣言蜚语的人是永业大陆上的自己人。有答案了，再来找我。明白。然而，意外这种事情不会一件一件的来，等你解决好了一件，再来一件，而是接踵而至，令人反应不过来。高空中再次传来一道闷雷炸响，紧接着，无数云朵在空中开始不断扭动，并形成一行字：永业大陆已突破封锁，寻到一处稀有岛屿，保护解除。在看见这一幕后，他内心突然咯噔一下，涌出一阵不安感。果不其然，下一刻传音符里便响起新大陆那边传来的急促消息：狱主，雷雨海域彻底崩塌，所囚禁的大批鬼物溃散，鬼潮冲击的方向是永业大陆，并未前往新大陆。陈凡面色凝重的远眺天边，隐隐间仿佛已经看见大量恶臭涌向海边。永业大陆的保护期还有2年，这些鬼潮肯定无法影响到繁育。只是他没想到雷雨海域会突然碎裂，而且他都认为雷雨海域是一种囚禁，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一种保护，对永业大陆的保护。可为什么这么久以来，他只看见永业大陆有保护，其他大陆怎么没有这种保护？现在唯一庆幸的是，这些鬼潮暂时没有去新大陆。紧接着，一道道消息急促传来，基本都是雷雨海域突然碎裂的消息。他布置了大量哨岗，用于监视雷雨海域的动向。此时，大量哨岗正不断传来消息，直至夜深，永业大陆已被大批鬼潮彻底围了起来。别过来，滚开！他们亲手将自己的老大送入大海，随后非洲拉至最快，驶向黑暗远处。有数千艘非洲正在快速靠近新大陆，预计天亮抵达。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艰难地挤出了一个笑容。这是王麻子说的，真正的男人哪怕临死前也是要笑得死。江北防线上，近黄昏，陈凡站在城墙上，望向数千米远被隔绝在外的大批鬼潮，数量之多令人发指，而且通过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和哨塔都能知晓，这批鬼潮的实力要更强，远超昔日皇族。少爷站在身旁的瘸猴有点紧张的沙哑道：2年后保护期结束之后，怕是要迎来一战。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声道：战就战，樊玉只是不愿战，但并不惧战。这批鬼潮虽然看起来数量极多，实力极强，但天道炮齐射一波，差不多就清理得七七八八了。他肯定不会等保护期结束才开打，那样就不好控制了。夜深时，雷雨海域碎裂这个消息也被冯奇亚大陆所收到，必须搏一搏了。这是上天给机会。冯奇亚大陆之主因紧张开始在大殿内不断度补，良久后才有些恍惚地瘫坐在大殿上。1个时辰前，他已下令秘密非洲部队即刻起飞，携带天道炮前往新大陆，以最快速度占领新大陆。自从樊玉上次展现了那种夸张到极致的手段，他就怕了樊玉。他知道樊玉也不想开战，是对方正在发展中，一旦对方结束发展，第一个开战的目标便是他们冯奇亚大陆，所以哪怕再怕，他也必须得谋一线生机。如今他等到了一个机会，趁雷雨海域碎裂，樊玉所有心神都被雷雨海域碎裂所牵动时，不惜一切代价轰炸新大陆，快速占领新大陆，然后凝聚大陆核心，晋升至3级大陆，从而一举奠定胜局。这次他是拼了命的。3000艘非洲近乎底蕴皆出。陈凡啊，陈凡！这个浑身散发着紧张气息的老者，双目布满红血丝，焦虑不安地紧握椅子扶手，呢喃着：你把我逼得太紧了，你但凡给我留条活路，也不至于这样。我拿大陆底蕴搏一线生机，你又该如何处置呢？黄昏，整整3000艘非洲近乎沿着海面超低空飞行，速度拉至极致。
至，目标直至新大陆。虽然紧贴海面，会有可能被海里的鬼物撕碎的风险，但这种赶路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足够隐蔽，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被发现的概率。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距离他们不远处，一艘繁育非洲正在全速朝新大陆驶去。站在甲板上的不是别人，正是此时意气风发的张太平。繁育那边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庆功宴，只要回去后，所有人领功领赏。繁育商阁17州长张太平此时望向远处空无一人的海面，满脸笑意的大手一挥，随后才准备拉升高度。永夜快降临了，不能距离海面太近。甲板上时不时传来谈笑声，气氛显得极好。但就在这时，站在甲板上的张太平突然余光看见远处紧贴海面的地方，有大批非洲正在贴海疾驰，数量极多，没有繁育旗帜，也没有任何势力的旗帜，是繁育的非洲。他刚准备掏出传音符联系对面，便看见数十艘非洲已经调转方向，朝他疾驰而来。这里是繁育商阁外出探索队17组，联系。站在甲板上的张太平面色微变，低头望向手里没有散发出任何光芒的传音符。他的传音符通讯早就不知在何时被切断了，所说的话一个字都没传出去，根本没联系上对面。而在前方，数十艘非洲已调转方向，朝他疾驰而来。来者不善，此处不是什么特殊区域，那传音被切断，就只有一种可能，对面做的几乎没有丝毫犹豫，懒惰跑。张太平转头望向朝船舱快速跑去的手下，怒吼道：“是敌人！足足数千艘非洲，这股庞大的力量，若是在繁育毫无知晓的情况下抵达新大陆，那对新大陆的摧毁是致命性的。他必须将消息传回去。是冯奇亚大陆，还是黑鬼大陆，又或是某个未知势力？难道又是冯奇亚大陆？该死！这冯奇亚大陆就和一个不断蹦跶的跳蚤一样，无论敲打多少次，总是安静不下来。眨眼间，3000余艘非洲继续保持着前进方向，朝新大陆方向疾驰而去。而那从队伍里分散出来的20多艘非洲，紧紧跟在他们非洲身后，一前一后，在大海上开启了亡命狂奔。繁育的非洲有速度加持，那是载具攻防的天道赐福效果加持，速度翻倍，消耗翻倍。按理来讲，应该能很快甩掉身后的非洲，但身后那20多艘非洲紧追不舍，速度和他们不相上下。这样不行。面色有些微微煞白的张太平不停敲打着手里的传音符，通讯被彻底阻断了，传音符根本无法使用。显然跟在身后的这20几艘非洲里，有可以阻挡传音的异宝。轰！搭载在他们非洲上的是神炮，尝试性的对着身后紧追不舍的数十艘非洲开火，距离较远，尝试了数次都未命中，被轻松躲开。而跟在身后的那数十艘非洲，显然只是想就这样跟在他们身后，也没有开火攻击他们的想法。这是一场偷袭。张太平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对方要做的是尽可能不被任何人所发现。抵达新大陆，他们一死，命牌碎裂，繁育那边便会升起警惕之心。这里距离新大陆还有1夜路程，一切顺利的话，那大批非洲天亮便可抵达新大陆。新大陆上并没有太多城防建筑，一旦遇袭，几乎没有任何反抗手段，必须想办法将消息传回去，让狱主提前做出准备。老大，那个在崎岖岛一直留守在非洲上的年轻男人，从怀里掏出袖珍手炮抵在自己下巴上，此时有些牙关发颤道：“只要命牌碎裂，繁育便知有事发生。你刚立了大功，功成名就，永夜大陆那边还等着给你开庆功宴呢。你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为你接风洗尘，你得回家。我先走一步。”不行。身旁另外2个男人面色同样有些泛白，没人在面对生死时会不恐惧。其中一个略微年长的男人挤出了一个有些艰难的笑容：“开什么玩笑呢？寻巴，当初探索崎岖岛都没让你下去，现在怎么可能让你先走一步？你是我们几人中最年轻的，你还可以活很久，死了太可惜了，死一个人。”繁育也不知道会不会重视，我们兄弟俩是孤儿，无依无靠的，我俩一起走，这样繁育那边也会重视的。都别废话了。还没等年轻男人开口反驳，张太平便面色阴沉的一字一句道：“我们要传回去的是具体信息，仅靠命牌碎裂无法让繁育知晓。有足足数千艘非洲，这些非洲上不知搭载了多少天道炮。”就在这时，永夜如期降临，周围陷入一片漆黑，虽然看不见，但他能感觉到那几十艘非洲能精准在黑暗中定位到他们，并紧跟其后，如捕猎的豺狼般。张太平最后看了眼熟悉的甲板，下意识望向了永夜大陆的方向，那里有等他的妻女，有他来了才能开席的庆功宴，有升官加爵，有名扬万里，但那是远方，而在近处是一直跟着他的手下，是一口一个老大叫了不知多少次的手下，是跟他在外出探索时彼此完全信任的伙伴。张太平深吸了一口气，抛弃了脑海中所有杂念，从怀里掏出一柄大刀，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在几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对着自己大腿猛地砍去，2条腿瞬间跌落在甲板上，鲜血横流，剧痛让他几乎瞬间晕厥过去，又顺手拿过一旁的2个火把，怒吼着将火把塞进大腿根本伤口处，勉强止住血后，才有些颤声道：“将我扔进海里，你们继续往前开，引走他们。等他们的医保范围过去后，我用传音符联系繁育，那2条腿别给我丢了，给我埋进崎岖岛里，说不定有朝一日我就回来了。本来我心里就挺对不住我，这次是我们一起出门行动，但开辟榜上只有我的名字，没有你们的名字。这次你们带着功劳回去后，也可以当州长了，以后你们也是当老大的人了，别他妈废话了。”躺在地上的张太平望向前方3个眼眶通红的人，低吼道：“趁我现在还有点力气，扔进海里。”
还能多活一会儿，撑过他们非洲离开，再耽误下去，我他妈快死了！是，年轻男人眼眶通红，紧咬牙关，怒吼着。快速降低非洲高度，直到近乎和海面持平时，另外2个平日从不会落泪壮汉，此时也泪眼婆娑地将他们的老大亲手扔进海里，随后才快速拉升高度，尽可能将速度拉至最快，驶向黑暗远处。扑通，冰冷且刺骨的海水瞬间让原本有些晕晕沉沉的张太平清醒过来，挣扎地从怀里掏出大把丹药装着祭坛圣水的瓷瓶，往嘴里倒去。他不知道自己身边有没有鬼物，只能尽可能让自己漂浮在海面上，紧紧握住手里的传音符，嘴唇微微发颤，祈求命运眷顾他，在跟在身后的数十艘非洲离开之前，不要有鬼物找上他。海水带来的冰冷，断肢所带来的刺痛，失血所带来的晕厥，此时的他近乎强弩之末，或许是快死了。他感觉自己的思维比平时要快上不少，不知不觉他突然想到了狱主，他和狱主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是在发现新大陆的庆功宴上。狱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他做得不错。此后他就一直为樊玉卖命，直至樊玉越来越兴盛，他也讨了老婆，生了一个孩子，在樊玉里也是一路升职，直至成为商格外出探索组的州长。此次又立了大功，回去后或许有机会担任商格探索组的副组长，再沉淀几年，或许能碰一碰副阁主的位置。只是镜花水月，一触即碎，他好像有些后悔了。那2兄弟无父无母，从性价比来考虑，应该是让这2兄弟死的，或者让荀巴死。但当老大的总得保护好自己的人才行。血流的越来越多了，手里的传音符依旧无法使用，他就这样漂泊在海面上，隐隐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靠了过来，来不及有任何耽搁，将传音符咬在嘴里，双臂拼命来回波动，企图逃离黑暗中朝他靠来的鬼物。1米、3米、5米，他尽可能的朝远处逃去。就在这时，传音符上闪过一丝白光，可以正常使用了，来不及丝毫耽搁，他几乎用出最大的力气，任凭海水倒灌在自己的嘴里，撕心裂肺的高吼道：有数千艘非洲正在快速靠近新大陆，预计天亮抵达张太平觉。声音戛然而止，一个体型足足有10数米长如鲨鱼般的鬼物，不知何时已来他身后，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其吞下，意识开始快速消散。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艰难地挤出了一个笑容。这是王麻子说的，真正的男人哪怕临死前也是要笑的死。王麻子是他的老上司，也是他想成为的人。崎岖岛有3成身躯便有概率复活，虽然概率极低，但至少留个念想吧。完了，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有了这个念想，他的妻子可能就不会改嫁，孤儿寡母的活得会很难。该死，早知道就不留这个念想了，还是考虑不周啊！嘟嘟嘟，刺耳的警报声在无名山响起。留守在命牌室的樊玉成员在听见命牌碎裂的时候，在大片命牌中快速扫视着。当视线快速停留在张太平的命牌上时，面色瞬变，第一时间拉起警报，并迅速将消息传给自己上级。樊玉这些日子立功最大的人，第一个发现了稀有岛屿的人。樊玉以为其准备好了庆功宴，如今死了，这事儿非同小可。而与此同时，暗格那边也快速张太平汇报上来的消息送至陈凡手里。啪！无名山1号洞穴里，陈凡面色阴沉的一脚踹开房门，大步朝洞穴内的传送阵走去。身后瘸猴快速从屋内跑出来，将一件皮袄披在陈凡身上。他刚入睡便被惊醒，张太平死了。数千艘非洲夜袭新大陆，而且有不小可能性是冯奇亚大陆的人。他已经受够了。这1年里，冯奇亚大陆多次挑衅，樊玉为了不开战，几乎是尽可能的大事化小。但这个冯奇亚大陆就是既吃不记打，再次率先出手挑衅。发展他妈，必须得先弄死冯奇亚大陆。樊玉导弹基地听令，朝冯奇亚大陆14个重要位置发射14枚20级携带的蘑菇云通天柱。听我命令启动。天苍阁听令，快速清点樊玉现有鬼石，将能调动的鬼石和资源数量全都清点出来。后秦阁听令，快速将新大陆上的非作战成员调回永业大陆。气阁听令，一步一礼。当他走至传送阵前，3道命令已经快速传达下去。跟在身旁的瘸猴此时压根不敢搭话，快速复述着命令并传达下去。本来已经夜深人静的无名山瞬间变得灯火通明，无数人开始跑动。紧接着，樊城整个江北都变得灯火通明，樊玉几乎瞬间便进入作战姿态。陈凡不知何时快速凝视在身旁的那先生，有点焦急的一把拉住陈凡：“你先别冲动，目前还不知这批非洲来自哪方势力，你率先开火轰向冯奇亚大陆，万一这批非洲是其他势力的，樊玉会同时面临2个敌人，会拖垮的。战争会拖垮发展，鬼石全都拿去打仗了，2年之后的保护期过了，又没有雷雨海域的天险，很难在群敌环伺的处境下生存下去。”陈凡面色阴沉如滴水般的停下脚步，转头望向那先生：“就算同时和2座大陆开战，我陈凡也认了。如不第一时间轰炸冯奇亚大陆，那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届时才会拖垮樊玉。战争不是温水煮青蛙，是拼命一搏，要不他死，要不我死。我从江北荒原雨季中崛起，经历过的生死危机大小无数，我比你更清楚如何打仗。就算这批非洲不是冯奇亚大陆的，我也要周围所有大陆都知晓何为樊玉的愤怒，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一直来挑衅樊玉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静看着。”说罢，陈凡甩开那先生，大步朝传送阵走去。那先生有些面色复杂的沉默在原地，这是陈凡和他说话最重的一次。他知道陈凡这次是真动怒了，宁愿打乱接下来的发展计划，也要彻底展示一次樊玉的底蕴。只是战争注定是亏本的，
之后的发展怎么办呢？陈凡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没有开口，而是声音直接在陈凡脑海深处响起：如果能找到张太平的3成尸首，和紫色一宝天运一起安葬在崎岖岛，可有10成概率复活。他没开口讲出来，因为天运实在稀有，他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从而将陈凡架在火上。是否使用，得让陈凡自己去做抉择。天运梵玉目前只有一个，还是上次在护翼大陆击杀天道鬼所掉落，也不知道陈凡听没听到，已消失在原地。抵达新大陆，新大陆早已得到陈凡命令的载具工坊，正在快速生产非洲，而陈凡则是走到这一艘生产出来的非洲前方，快速搭载20级天道炮，他要在海域上迎敌，尽可能避免战争爆发在新大陆的上空。阵阁成员则是快速在一艘安置天道炮的非洲甲板上布置传送阵，王麻子则是面色愤怒的在一旁对一众待会儿准备驾驶非洲迎战的州长进行着最后战前动员。冯奇亚大陆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们，如今更是派出数千艘非洲准备夜袭新大陆。张太平临死前将消息送了回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天道炮告诉这批赶来挑衅的非洲，但扰梵玉之敌有死无生。愤怒之余，陈凡也没失去理智，快速派人伪造着黑鬼大陆的旗帜，将这几十艘非洲伪装成黑鬼大陆的商船。天道炮之间的对轰，先手的优势无限大，只要先手便可以快速建立优势。他要做的是伪装成黑鬼大陆的商船，然后正面迎上那数千艘非洲。通天柱目前还没有发射，张太平那一组其他成员未死，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回，这意味着对方大概率有可以屏蔽传音符的手段。驻扎在冯奇亚大陆上的暗格成员也并未身亡，对方想偷袭，通天柱一开火，冯奇亚大陆便知道自己行动已暴露，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双方非洲开火的一瞬间启动通天柱，立刻对冯奇亚大陆重要位置进行第一波打击，然后正式开战。这次是正式开战，不死不休。后勤阁在不断忙碌着，将一箱箱鬼石快速搬上那一艘非洲中，没有人喊累，所有人神色中都带着一丝愤怒。冯奇亚的多次挑衅已经让他们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冯奇亚大陆鬓角发白的老者正跪在祠堂面前，身子因紧张有些微微颤抖，握着3炷香呢喃着老祖宗保佑，希望计划一切顺利。身后手下则是不断汇报，尚未被发现，距离新大陆还有5000公里、4000公里。中途发现一艘非洲携带镇压塔建筑的非洲一直紧跟其后，确保没有任何消息传出。3000公里、1000公里、100公里，即将抵达新大陆。跪在地上的老者偏头望向窗外，永夜已经褪去，鱼肚白的天空上覆盖在大地上，思绪渐渐收了回来，低声着传令下去，准备回家吃饭了。黑鬼大陆这座被98%区域都被鬼物占领的大陆，地底却打造的极其繁华，一座座大型城池聚集着无数子民，一条条地底隧道连同着各个城池。陛下，那个一直负责和梵玉贸易的老者，此时已褪去人类伪装，变成一只半人高的黑耗子。单膝跪在一座大殿内，有些迟疑道：“冯奇亚大陆的数千艘非洲，还剩100公里便抵达新大陆，我们真的不知会梵玉吗？论潜力，我认为梵玉要远超冯奇亚大陆。交好梵玉对我们蜀国来讲，比交好冯奇亚大陆要更有利。”在大殿后方墙壁，清晰浮现着黑鬼大陆附近的所有海域状况，包括其他大陆的具体坐标，以及此时在地图上数千个红点正快速朝新大陆的方向疾驰而去。梵玉对此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他们看不见梵玉的非洲调动。坐在王座上，怀里抱着权杖的一个大灰鼠，正盯着正对面墙壁上那幅巨大地图恍惚着。梵玉没有购买我们的加速阵盘，无法清楚梵玉的非洲调动。他们黑鬼大陆主打贸易，其中一件商品便是加速阵盘，由他们蜀国的阵法师打造，极难获得，安在任何载具上都可载具速度翻1倍，当然消耗也会翻1倍。很多大陆向他们采购了这款商品，他们标价并不高，几乎是成本价。这款商品本不是盈利品，在打造加速阵盘时他们动了一点手脚，只要加速阵盘启动，地图上便可浮现出红点，这一点可以让他们知晓附近所有大陆的军事调动。能启动加速阵盘的非洲肯定是有军事目的的，毕竟启动消耗不低。但他们尝试着给梵玉推荐过几次这个商品，梵玉那边买了几个后就不感兴趣了，并未大规模采购，不可能不感兴趣，只能说梵玉或许发现了他们在阵盘里的小手段，但没点破。陛下，单膝跪在大殿内的黑鼠有些焦急的再次开口道：“再不联系梵玉就来不及了，这是教好梵玉的最好机会。”不联系。坐在王座上的大灰鼠缓缓摇了摇头：“我当初派你送给梵玉的见面礼升了1级，就代表着我很重视梵玉的潜力。但我们黑鬼大陆是中立大陆，不参与任何大陆的纷争，这是蜀国立命的根本。更何况，就算新大陆被毁，对梵玉影响也并不大，顶多是会影响我们和梵玉的贸易渠道。我们可以在战后给梵玉送去一笔鬼石，当做人道支援，但不能泄露战略情报。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对外解释我们知晓冯奇亚大陆的军事调动呢？那样或许会泄露加速阵盘的秘密。”跪在地上的黑鼠刚准备说些什么，但在抬头看见陛下眼里不容置疑的眼神后，还是缓缓低下了头，声音有些沙哑道：“是。”而在地图上，那数千个红点已经距离新大陆越来越近了。天亮了，新大陆上10几艘插着黑鬼大陆旗帜的非洲缓缓升起，甲板上堆满了货物，3、5人在甲板上聊着天，看起来极其放松。城镇
行朝前方飞去。两炷香后，便看见了远处数千艘非洲正在紧贴海面疾驰。站在一艘非洲甲板上经过易容的王麻子，眼里闪过一丝阴霾，但脸上却涌起极其开朗的笑容，高举右臂摆手，打着招呼。是黑鬼大陆的商船。那数千艘非洲其中一艘非洲的甲板上，一个男人正在快速汇报道：近些日子，黑鬼大陆和梵域来往贸易颇为频繁，其中黑鬼大陆经常会从梵域大宗采购灵米。那10几艘非洲甲板上堆满了米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灵米。甲板上身穿麻衣的指挥官，此时眼里闪过一丝厌恶，怎么在哪都能看见黑鬼大陆的商船，而且看起来他们将我们当作梵域的非洲，不要轻举妄动，马上就抵达新大陆了，让他们过去，明白？与此同时，他也笑着高举手臂摆了摆手，尽量维持着一副和平的气息。但下一刻，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他是从冯奇亚大陆笔直来到新大陆的，黑鬼大陆的商船返航，不应该前往黑鬼大陆那个方向吗？怎么能和他撞面呢？他这个方向就只有冯奇亚大陆了。不对，他面色微变，瞬间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只见不远处那10几艘非洲，不知何时成一条长龙散开在空中，一门门20级天道炮伴随着击扩声从非洲底部伸了出来，并将炮口对准他们。炮管上的纹路开始快速闪烁，那是已经在蓄能了。散开，还击！这个先锋指挥官怒吼着，快速下达了一条指令。只是已经晚了，天道炮对轰，先手必赢，没有哪个非洲能硬抗一发天道炮的。下一刻，10几道极宽的炽热光柱，携带着无穷恐怖的威力，从10几艘梵域非洲所搭载的天道炮口中咆哮而出，划破天空，点亮海面，将数千艘非洲瞬间笼罩进去。10几道炽热光柱，像是在告诉这个世界，这里是老子梵域的地盘一般，将3000余艘非洲全部笼罩进去，如顽童用橡皮擦拭去草稿纸上的错误一般。错误清除，冯奇亚大陆的错误决策，3000艘非洲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抹除，仅在天上留下数十道虚无痕迹。新大陆岸边，在天道炮启动一瞬间，非洲自毁。非洲上的所有人通过传送阵撤回新大陆，站在岸边亲眼目睹了这场造价极其昂贵的烟花。这一次对敌便消耗了60亿枚鬼石左右。战争在彻底结束前几乎没有任何回本的办法，这就是战争的残酷。60亿枚鬼石，他好不容易搞来的一个1级黑渊，也仅仅只能开采出100亿枚鬼石而已。但事与愿违，总有不长眼的要多次挑衅，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场仗必须打，才能迎来发展。陈凡站在新大陆1号据点的城墙上，安静地看着这一幕，拿起手里的传音符，轻声道：发射。紧接着又补充了一道命令：商格出动。下一刻，位于永业大陆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基地，14根储能了天道炮威力的20级通天柱开始快速震动，并缓缓升空。那些将整个永业大陆都围在其中的无数鬼物，此时下意识纷纷抬头望去，目送着那14根通天柱一直不断升空，直至消失在视野尽头，直至升空至2万米，随后才开始在高空向冯奇亚大陆疾驰而去。这是梵域第一步反击，也仅仅只是个开始。在冯奇亚大陆非洲尽数被摧毁的第一时间，正跪在祠堂里的老者便知道计划再次失败了，脑袋埋在地面，迟迟不愿起来。他不知该如何处理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会是梵域的疯狂反扑。此时他唯一的希冀就是希望梵域没有储备那么多的通天柱。而在沿海区域，梵域驻扎之地，此时暗格留守在此处的成员已逃窜至一处悬崖边，身后便是足足数十米高的一片汪洋，已是绝路。而在不远处，数艘非洲悬在空中，近100人围住他们，其中一人缓步上前，尽可能好言相劝道：几位好汉，前方已是绝路，无处可逃了。我在这里可以做一个保证，将你们带回去肯定是好吃好喝的供着，绝不会让你们受一点酷刑。看在咱们相处了这么多天的面子上，给我个面子行不行？呼哧呼哧，站在悬崖边缘处，棱角分明、满脸狠意的男人，此时遍体鳞伤，气喘吁吁的半弯着腰，手里拎着的匕首因手臂微微发颤也握不稳了。但他此时却没有一丝绝望的感觉，反而咧嘴笑着极其开心。喂，冯奇亚大陆的小崽子们，我已经收到消息了，你们冯奇亚大陆派出了3000艘非洲准备袭击我们新大陆，结果全军覆没，有去无回。现在开始害怕了，害怕我们梵域的反扑了，准备抓住我们当谈判筹码了，对吗？早他妈干嘛去了？他用匕首指了指胸口那个匕首袖章，看见了吗？这是梵域暗格的标志，你出去打听打听，哪个梵域暗格出来的是怕死软蛋？男人大喘着气，望向跟在自己身后的一众暗格成员，兄弟们，我想各位没人愿意被扔在谈判桌上，让梵域为难吧？这样就算活着回去，诸位能在同僚面前抬得起头，贪生怕死梵域之人，那必然是抬不起头的。小七将匕首在手里挽了个刀花，嘿嘿笑着：老大，你知道我这人从小好面，我也是了，面比天大。好，这个棱角分明、满脸狠意，这辈子几乎从来没笑过的男人，在这一刻甚至有些放肆地展露着自己的笑容，深吸了一口气，也不顾身上伤势的痛楚，只是感觉畅快淋漓地高吼道：小崽子们，都他妈听好了，老子先走一步，地狱等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狱主的做事风格。所有人听令，自刎归天。下一刻，男人手臂突然不抖了，极其果断地自我了断，身子砸向身后满是浪花的汪洋大海中，而剩下所有人也纷纷效仿。真好啊！自由落体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成员的意识正在
快速消散，还残留着一丝意识。他依稀看见了不少人站在悬崖边，满脸焦急地望向他。敌之痛，他之快。他突然很想嘲讽对面的无能，只是已经没有力气了。生命流逝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更快。他突然有些后悔，他来冯奇亚大陆来太早了，魂雷还没配给他，不然此时应该有一场烟花，那样会更壮观一点。希望狱主这次不要再考虑那么多了。干他丫的！新大陆，陈凡虽处于愤怒之中，但理智尚存，坐在指挥室内，指着摆放在桌面上的天眼沙盘下达着作战计划。以下为初步作战计划：通天柱会轰炸冯奇亚大陆内部的重要区域，让冯奇亚大陆陷入战乱状态。当商格非洲即将抵达冯奇亚大陆时，梵域会开始覆盖轰炸冯奇亚大陆的北部大陆沿海地带，确保清除掉绝大部分有生力量和防空炮、防线等抵御设施。紧接着，王麻子，你需带领商格从冯奇亚大陆被清理过后的北部登陆，我会和你一起登陆，快速在北部沿海区域铺设下足够多的鬼火，并在范围内铺设一条700公里的城墙。这条城墙上安置35门20级天道炮，随后开火，彻底清除冯奇亚大陆。计划可有意义？话音落下，会议室内一片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狱主这次是真生气了，而是前所未有的生气。一旦计划成功，这35门天道炮一旦齐齐启动，将会像是用沾满猪食的抹布清除油渍一般，轻轻一世间便再无冯奇亚大陆，无人幸存，这是灭绝之计。众人思索了一会儿后，纷纷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异议了。好，正式行动。就在这时，收到信息的少秋面色微变，沙哑道：狱主，留守在冯奇亚大陆上的暗格成员已尽数牺牲，冯奇亚大陆那边想活捉他们，从而增加谈判资本，但他们主动自刎藏海，那边专门讲明人不是他们杀的，他们只是想邀请我们的人去吃饭，我们的人非要自刎跳海，命牌已悉数碎裂。陈凡缓缓闭上双眼，此时他已进入作战状态，不能被这些事情所影响情绪，从而做出错误判断。只是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声道：“知道了。”作战计划继续。还有一件事，冯奇亚大陆那边送来了一封书信，说愿意为这次冒犯支付足够多的战争赔款，希望双方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数额给了300亿枚鬼石，并且保证这次一定是高级鬼石交付。挺好，他还是有些按捺不住的笑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寒光。真当他陈凡是软柿子，没事过来打一拳，打完后就说赔款，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次赔款就不要了，赔点命吧。黑鬼大陆地底大殿中，蜀国国王正坐在王座上，有些骇然地望向正前方墙壁上那一个个几乎同时陨灭的红点。这意味着冯奇亚大陆派出去的3000艘非洲被第一时间全部清除。这不仅仅证明了梵域的实力，还证明了梵域获取情报的手段好像不比他们弱。走！坐在王座上的蜀国国王突然起身，望向跪在地下的手下，眼睛微微眯起。梵域应该要反扑了，我们去冯奇亚大陆近距离看看，带批礼物过去。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一下梵域的实力。就在这时，他有些诧异地望向地图，有不少红点开始朝冯奇亚大陆驶去，这意味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并不少。奇了怪，其他大陆是怎么知道的？看来还是不能小瞧其他大陆。蛇有蛇道，鼠有鼠道，各有各的手段。那这回够热闹了。这附近一片海域，从来没有这么多大陆的人聚在一块。也好，这下不需要找什么理由了，光明正大的去观战就行了。与此同时，1000余艘梵域非洲全速飞行，在作战计划确定的一瞬间，反攻开始。陈凡也亲自来到一线。此时是第2天，再有3日便即将抵达冯奇亚大陆。他静静站在甲板上，望向周围空无一物的海洋。2天的时间并未让他冷静下来，反而愈加愤怒。这份愤怒必须用战火来平复。梵域不愿开战，但并不意味着梵域不敢开战。这批资源他既然从梵域带出来了，就没打算再带回去，扔也得扔在这里。狱主站在身旁的王奎快速汇报着：昨日我们朝冯奇亚大陆发射了14根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之后再无动作。冯奇亚大陆那边一直在不断发来求和信，我们并未回应。陈凡轻点了下头，并没过多回应。他这2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冯奇亚大陆为什么要偷袭新大陆，意义在哪？就算想偷袭拿下战果，也应该等梵域2年保护期过后偷袭永业大陆才对，毕竟永业大陆才是梵域的根基。偷袭新大陆根本动摇不了梵域的根基，还会使梵域上下极其愤怒。而且梵域的第1届春考已经开启了。陈凡没有讲话，按照他的计划，梵域第1届春考极其重要，他应该待在樊城亲眼度过这几日考试。结果此时他在去前线的路上，军测的题目改一改，改成面对冯奇亚大陆的这次挑衅，梵域要不要打？如果梵域要反攻，制定一个妥善的作战计划，包含后勤、粮草、人员调动等。明白。王奎面色严肃地重重点头。此次梵域的反攻行动是秘密行动，大部分人都不知晓，作战计划更是只有他们几人知道，无人知晓。永业大陆樊城第1届春考的时间到了，时间并无向后推迟，无数考生排队进入修建出来的考场。只是不少考生都有些不安地望向无名山方向，他们已经知道冯奇亚大陆派出3000艘非洲准备偷袭新大陆，以及张太平拼死将情报传回去的消息。他们在想梵域该如何处置。狱主要开战吗？别多想。一位家长望向自己的儿子，尽可能安抚道：梵域发展之势由狱主考虑，第1门开考学科就是阵法。
你要尽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这样才能谋个好职位，从而为樊玉效更大的利。伴随着钟鸣声响起，一个个考阵法的考生进入考场，身穿樊玉制服的成员面色冰冷的在考场内维持着秩序，并进行监督。在所有考生入场后，主考官才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阵盘，此阵盘名为加速阵盘，是樊玉从黑鬼大陆采购之物，其效果为安置在非洲上，可使非洲速度翻倍，鬼时消耗速度翻倍。限10人一组，一组1枚阵盘，限时1个时辰内开始钻研这个阵盘的阵法原理，并且尝试复刻。打造阵盘所需材料都在旁边，可自取。还原度最高的考生当为榜首。下一刻，考场内保持着相对寂静的气氛，快速组队，并去讲台领取阵盘，然后10人一组开始钻研阵盘。而主考官，也就是正阁阁主张千秋，此时正在各个考场来回巡视。这个阵盘他已经可还原到8成，所以他估摸着这次榜首应该能还原到4、5成左右。毕竟他钻研了很久，留给考生的时间只有1个时辰。可惜，哪怕还原到8成，还原出来的阵盘也没有这个效果。必须还原到10成方可使用。狱主最近交给他的一个任务，便是想办法还原这个阵盘。狱主很喜欢这个阵盘，但狱主的意思是，这种关键东西不能靠采购，必须自己想办法掌握，否则万一哪天别人不卖了或者坐地起价，就容易被握住命门。1个时辰后，考试截止，所有考生坐在原位保持不动。考场内的考官开始挨个收回阵盘，并标注姓名，准备后续评估。而在考官的汇报中，有一组没有制造出一个阵盘。张千秋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不用和我说，按照流程走就行。这个结果他早就预料到了，因为他发现那一组一开始就用掉了很多材料，后面能打造出阵盘就见鬼了。我们是没有阵盘，但不代表我们没有成果。就在这时，这一组其中一个看起来较为年轻，但眼里却充斥着一种少年心气的男生，大步走上前来，眼神毫不闪躲地直视着张千秋和考场考官，并详细地讲出了考试过程中他们这一组对这个阵盘的拆解和发现，而且表示如果多给他一点材料和考试时间，他们便能完成10成的复刻。听完少年的解释之后，张千秋突然感觉有一点恍惚，沉默在原地久久不语。他不清楚这个男生说的对不对，现在没法进行具体判断。他这些日子一直在研究这个阵盘，剩下2成的问题始终无法搞清。可听完男生的回答后，似乎确实解决了他这些日子的一个难题。而且如果这个男生所言是真，那今年的阵法榜首可能已经定下了。他突然感觉有一点恍惚，他苦研阵法多年，到头来却没这个看起来只有17、18岁出头的一个少年悟性高。良久后，他才第一次认真打量着面前这个少年，今年18、17，什么时候成为阵法师的？1年前，家境如何？贫寒，父亲是原永业大陆西部玄武7号防线的一位守城士兵，在去年的大撤退时，即使失去双腿，他也选择了和防线一同沦陷。后来樊玉在永业大陆西部玄武7号防线上修建了一座墓，趁着樊玉考生这几日内乘坐高铁免费，我去祭拜过一回。母亲是原永业店的一个后勤人员，在得知父亲死讯后，托人将我送到西荒岛，和永业店其他成员一同断后牺牲。还有个叔叔，我父亲让我叫他二爸，是个守夜人，一生未婚，在去年大撤退时启动于白虎9号防线。还有个妹妹，年龄尚小，13有余，大撤退时走散了。若是有朝一日我能名扬天下，他或许就能寻得到我了。话音落下，考场内的考官已经目瞪口呆地望向这个17岁的少年，身子不由下意识站得笔直一些。他仿佛看见了未来的一个樊玉核心高层在自己面前冒出来，这足够硬的背景，加上足够硬核的阵法天赋，说不定就是下一任正阁接班人。张千秋再次陷入了沉默。所以1年前有人给了你1枚鬼石，你觉醒成了阵法师？不是。少年再次摇了摇头。1年前，永业大陆在陈狱主的带领下晋升至2级大陆，天地为之大变，有天道文字在高空中浮现。当时亿万道金色丝线浮现在高空中，最后融合成了4个金光闪闪且无比巨大的字：准与升格。我从小对这些线条就比较感兴趣，比如蚂蚁的洞穴，我年少时极其痴迷，隐隐从这些线条中好像找到了一些规律。等我醒来后，已是3天后，才发现自己成为了阵法师，没有消耗鬼石觉醒，就自己觉醒了。之后樊玉广办私塾，我去读了1年私塾，然后便来到了这里。张千秋面色平静，他对眼前这个少年极其满意，这将是樊玉挖掘出来的第一个少年天才，未来如果不英年早逝，肯定会崛起。考试只有1个时辰，能想到这么多已经很可以了。随后张千秋没再说什么，只是留下了一句：再给你1个时辰，材料已备好，你若是能完美复原出阵盘，我会如实汇报给狱主，由狱主定夺。又过了半个时辰，阵考结束了，有人喜有人忧地走出考场。上午只考着1门学科，到了下午，考场再次开放，下午考军策，共9门学科，1天考2门，5天考完。而在遥远海域上，正站在非洲甲板上吹风的陈凡，已经收到了正阁阁主张千秋所传来的消息：黑鬼大陆的贸易商品中，加速阵盘是极其火爆的一款商品，而如今这个商品已被他们完美复刻了出来。这意味着他们繁育的非洲速度会再次翻倍，原本应载具攻防的天道赐福效果已经翻了1倍，此时又翻1倍，那比起其他大陆的非洲速度快了可就不知多少了。
非洲的速度，还影响着梵域对外探索的速度。可以说，这个加速阵盘自研开发的成果，比那个考生800和镇阁阁主张千秋认为的都要高。这是一件大功，天佑梵域，天佑我梵域啊！陈凡站在甲板上，握着手里的传音符，呆呆地望向远处，不知不觉就这样站到了天黑，才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年轻一辈的人才迭出，这些都是梵域的底蕴和未来的希望。就在这时，绝侯急忙从怀里再次拿出一张牛皮纸，少爷，梵域那边军测这一项在下午的时候已经考完了，这是其中一位考生的试卷，你看看。陈凡顿时转移了注意力，接过这张牛皮纸，能单独盛在他手里，这份试卷肯定有独特之处。他修正了军测题目，题目是该不该打，如果要打的话，制定一个完整的系列流程，洋洋洒洒数千字，开篇第一个字就是打，立刻，马上，全面开战。而后面描述的战术，虽然细节方面略有不同，但总体和他现在定制的战术方针几乎一样。陈凡看了许久后，良久后才轻声道：“让他乘坐传送阵过来，我和他当面聊聊。”是。绝侯应了，急忙下去联系梵域。很快，绝侯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有些鬓角发白的老者。万岁！陈凡回头望向绝侯身后之人，倒是没想到能写出如此犀利试卷的人，会是一个尹暮年老者。他本以为会是一个正值壮年的壮汉。通过绝侯人，他知道了此人名字。万岁！一个足够狂的名字。见过狱主。这个鬓角发白、看起来年事已高的老者，急忙双手抱拳行礼。再注意到四周正处于一片茫然大海，且已近黄昏，永夜即将降临。又看见周围足足有近1000艘非洲，一同在低空海面掠行，顿时微微一愣，半晌后才反应过来，眼中闪过一丝钦佩和了然。狱主深思远虑，看来考生的建议有些马后炮。梵域早已在行军的路上了，能一手创办梵域，狱主的远谋果然不同凡响。陈凡没有回话，只是沉默了许久后，才晃了晃手中的试卷。你这份试卷大部分题意和我谋划的一样，但有一些细节处和我想的不同。我原本计划是在2日后，也就是距离抵达冯奇亚大陆还有1天的时候，对冯奇亚大陆正式开战，并且声明无辜百姓立刻撤离冯奇亚大陆，还留在冯奇亚大陆的人一律视为敌人。如早些年梵域向恨天宗发出的檄文那样，老者不卑不亢道：“是。”陈凡有些微微诧异，这件事在梵域的发展过程中只是随手一笔，没想到这位老先生倒是知道得清楚。不妥，老者摇了摇头，这会泄露我们的作战计划。冯奇亚大陆那边不是傻子，会很容易猜出我们的作战计划。此时他们可能想着我们还是要索要高额战争赔偿，或者是像上次一样轰几发通天柱，一旦有了防备，我们就很难快速登陆部署天道炮了。其二，会让对方有的放矢。狱主，你之所以说这话，就是想立牌坊，但倘若冯奇亚大陆将自己的老百姓推在前线，狱主你是开火还是不开火？这个牌坊你是要还是不要？都要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撇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其三，我清楚狱主你的顾虑，你打算日后和其他大陆还是尽可能以和平接触为主，不想让其他大陆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嗜杀的人，但这影响吗？有人敢来谴责你吗？其四，牌坊同样也是弱点。倘若其他大陆日后有样学样，再和梵域为敌时，防线都不要了，拿老百姓做防线，梵域该如何应对？用梵域成员的命去换这么一块牌坊，这不是一个明君该有的做法。明君是对自己人民，而不是对外人民。对自己人不明，对外人民那是暴君。这场战争如果想要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取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闪电登陆快速抹除。至于日后的影响，当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后，这些牌坊都是虚名，没有哪座大陆会因为永业大陆名声好实力弱来主动交好永业大陆，但会有很多大陆因为永业大陆实力强来交好永业大陆。倘若狱主是在考虑日后绅士的名声，那大可放心，将永业大陆带到3级大陆这个功绩，足以抵消一切的国，必是千古明君。站在一旁的绝侯此时目瞪口呆地望向老者背影，他此时内心很想说一句：你老人家是不是寿命不多了？什么话都敢说，从来没人敢用这种口吻跟狱主说话。什么叫做立牌坊？这是什么好词吗？陈凡面色上倒是没有太多波澜，只是静静地望向老者，半晌后才突然笑了起来。你倒是什么话都敢说。老者笑了笑，没有多讲话。实际上狱主不会想不到这些，而且想得太清楚了，只不过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实在有些大，而他建议过后，这份道德压力就大部分由他来承受了。他以前就是永业殿的军师，他太清楚军师的职责了，不仅仅是提供建议，更多时候还要对主公做心理建设，安慰主公，以及帮助主公承担道德压力。所以当狱主叫他来的时候，且他看见樊玉已经在行军路上的时候，他就猜到狱主要说什么了。至于瘸侯，老者不经意地看了眼瘸侯，这个狱主最看重的心腹，好像压根不清楚狱主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至少没看到这一点。我知道了。陈凡站在甲板上，眼里带着一丝笑意，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这个说话有些许口无遮拦的老者，轻声道：瘸侯，将他送回去。是，少爷。瘸侯有些古怪地看了眼老者，随后才示意道：走吧。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樊玉近1000艘非洲在赶路，而在永业大陆那边，樊玉第1届春考也在不急不缓地进行着。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战捷报和接榜会发生在同一天。当然，前提是一切顺利。冯奇亚大陆那边已经有些着急了，连续数天的求和信发出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丝毫回应。除了一开始梵域发射了14枚通天柱，摧毁了他们一些重要建筑之外，也再无其他反响。此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次可能要全面开战了。冯奇亚大陆负责外宣的人已经开始派出大量人手，在自己大陆上散播一些关于梵域弑杀的信息，开始调动百姓的对外一致反抗情绪，做全面开战前的各个准备。终于，在距离冯奇亚大陆偷袭新大陆第5天，梵域的非洲到了。只见在冯奇亚大陆的西部沿海区域的高空中，近100艘顶着梵域旗帜的非洲正悬浮在空中，未踏入冯奇亚大陆的防空炮火力范围内。与此同时，这幅场景分布在冯奇亚大陆周围各个方向：西部沿海区域3队，南部沿海区域3队，北部沿海区域1队。近1000艘非洲总共分成7队，悬停在冯奇亚大陆的各个沿海区域的领空上。紧接着，一道来自梵域的书信快速传遍了整个冯奇亚大陆：我是陈凡，1个时辰内，请冯奇亚大陆首领亲自来西部沿海区域中断领空，商谈赔偿问题。1个时辰过后，人未至，全面开战。很快，这个消息便传到了冯奇亚大陆之主耳朵里。正在大殿内来回踱步的老者闻言，顿时眼睛一亮：陈凡亲自来了，好像还有回旋的余地。随后才急促道：带我去传送阵。这就赶去，顺便将陈凡所在坐标发送给那些来看热闹的人，希望其他大陆的人能帮忙劝和。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是陈凡采纳了军事建议中的第一步，假装和谈。这片海域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同样站在一艘非洲甲板上的老者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后，才开口道：走吧，去看看最近这个刚晋升至2级大陆的梵域有什么名堂。他来自于一个叫撒哈拉大陆2级老牌大陆。这一幕不断发生在冯奇亚大陆附近各个海域上空。一众赶来吃瓜的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具体吃瓜位置，快速朝坐标位置赶去。而远在护翼大陆的鬼皇95此时正盯着梵域日报上冯奇亚大陆偷袭新大陆的消息，有些唏嘘道：这回你看着吧，这冯奇亚大陆这回肯定是糟了，要完蛋了。不好说。身旁的军事老鬼摇了摇头，前面几次也都和解了，而且梵域没有明显的军事调动。目前来看，最终结局还是比较偏向一个高额战争赔偿的可能。嘿嘿，那是你不懂陈凡。鬼皇95晃了晃脑袋，前面几次可都没死人。陈凡最爱惜自己的手下，如今刚建功立业，发现了第一座稀有岛屿的张太平就这样死了，陈凡不可能没表示的。更何况秘密军事调动咱们又不知道，你且看着吧。我赌这次肯定和谈不了，8成得开战。但老鬼有些皱眉道：这不符合一个大陆的未来预期。永业大陆刚晋升至2级大陆1年，如今正在发展期，实在不适合迎来一场全面战争。我不懂什么大陆预期不预期的，但我懂陈凡。最近鬼皇95的日子过得颇为舒坦，也不需要晨跑了。那个虚幻玄武着实厉害，哪怕他死而复活了，也都能再次追到他。但能量终究不是无限的，能量耗尽后也就消散了。他亲眼目睹了虚幻玄武消散的那一幕，说实话，他当时还感觉心里有些堵得慌，像是亲自送老友离别。他有些惧怕离别，第2天下意识跑了一圈后，才反应过来，身后已经没有虚幻玄武了，有些闷闷不乐地回到护翼大陆。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要不要求陈凡再用玄武炮轰他一下，有些不习惯。冯奇亚大陆西部海域中段，近100艘顶着梵域旗帜的非洲停在高空上，陈凡一袭青衣拄着翡翠手杖，面色平静地站在一艘非洲甲板最前方，而瘸猴则是默默地跟在身后。除此之外，看不见任何一个梵域成员，唯有一主一仆，以及这近100艘非洲下方全都伸出了一门小巧且银白色的炮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20级天道炮。很快，越来越多的非洲聚了过来，这都是其他大陆的非洲，但基于礼仪，非洲舰群停在了较远的位置，只有一艘搜洛丹非洲靠近陈凡所在的非洲，陈玉主；一艘非洲缓缓靠近陈凡所在的非洲，停在几米开外。一个大门牙极宽并凸起的鼹鼠，如人般憨态可掬地站在甲板上，双爪抱拳，沉声道：在下来自鼹鼠大陆，是鼹鼠一族的族长，感谢陈玉主这些日子所出售的绝地傀儡，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用。陈凡并没有摆什么架子，脸上也看不出愤怒，只是轻声笑着道：我们也赚取了鬼石互利而已。他还不知道他的绝地傀儡被出售到了鼹鼠大陆，看来应该是黑鬼大陆卖过去的。如果可以的话，鼹鼠大陆的族长，这个站在甲板上的鼹鼠有些迟疑道：尽量不要开战。永业大陆刚晋升至2级大陆，可能不知道这片海域的状况，近几年较为平静，但往前几年是有大量鬼潮肆虐的，一旦开战，双方大陆都受损。等这片海域鬼潮肆虐的时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影响。陈凡轻点了下头，没有多说什么，看来是来劝和的。任何时候都少不了和事佬的存在。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聚集在这里，陈凡也第一次知道这片海域竟然有这么多大陆。看来商德的探索进度还是太慢了，大陆名字和他们报出的坐标都记一下。陈凡没回头，轻声道：晋升至3级大陆需要其他10座大陆的泥土，到时候从这些大陆去拿。是。此时来看热闹的大陆已有9座，而终于此时冯奇亚大陆之主所乘坐的非洲才姗姗来迟。陈凡这艘非洲停在了距离陈凡数米远的位置，没有过多开场白，直接开口：首先，冯奇亚大陆并不是去偷袭新大陆的，我的近3000艘非洲没有对新大陆开一次火。
那是冯奇亚大陆的对外探索非洲。反而在我们冯奇亚大陆根本没有开火的情况下，繁育非洲伪装成黑鬼大陆的非洲，没有任何征兆的对我们的非洲开火，致使我们冯奇亚大陆3000余艘非洲悉数尽毁，损失巨大。这账怎么算？一旁站在另外一艘非洲甲板上的黑鬼大陆属国国王下意识摸了摸鼻子，还有他们的事儿呢，他还真不知道这件事。话音落下，周围一众赶来的大陆之主也纷纷有些面面相觑。这开场白和他们想的有些不一样啊，好像说的也对啊。虽然明眼人都知道，那冯奇亚大陆就是奔着偷袭新大陆去的，但不是还没开火呢吗？就被你们繁育非洲灭了。冯奇亚大陆之主开场白讲完后，才不紧不慢地端起一杯茶水，轻抿了一口，等待着陈凡的回应。内心基本上已经有了70%把握，赔偿肯定是得赔偿的，但嘴炮肯定得打一下，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赔偿，这就是谈判的艺术。更何况说句不好听的，你繁育生了个什么气？你们有什么损失吗？除了死了几个人，你们损失一座非洲吗？有一块大陆遭到轰击吗？损失多的难道不是他们？真要论赔偿，应该繁育赔偿他们才对。陈凡站在甲板上安静地看着这一幕，盯着冯奇亚大陆之主突然笑了起来，随后深吸了一口气，换上一副有些年轻气盛的面庞，怒吼道：胡搅蛮缠，分明是你们冯奇亚大陆挑衅在先，如今又满嘴胡搅蛮缠。好，既然如此，那就全面开战。瘸猴下令炮轰。是。瘸猴面色严肃地从怀里掏出传音符，数息后，刺耳的音爆声从远处传来，只见足足20-30根携带着炽热白光的光柱正从天边疾驰而来，快速划过一众人头顶上空，直直轰向冯奇亚大陆的北部沿海区域，直至消失不见。没人知道这些炽热光柱轰哪了，但都清楚肯定是落在冯奇亚大陆腹地。紧接着，冯奇亚大陆之主有些面色难看地放下了手里的茶杯，一时间，所有大陆之主都变得面色凝重了起来。他们突然意识到，繁育好像并不是奔着完全谈判来的，而是真的抱着一言不合立刻全面开战来的。这就意味着不能纯粹看热闹了。冯奇亚大陆几个防线区域都遭到了轰炸，这边是计划的第2步，多处发起佯攻。在听见手下汇报上来的消息后，站在甲板上的冯奇亚大陆之主沉默了许久后才开口道：300亿枚鬼石作为战争赔偿，我希望接下来的10年内，冯奇亚大陆和永业大陆秋毫不犯。不够。陈凡坚定地摇了摇头，我刚才轰出去的那些通天柱造价都不止这个数，至少补偿2000亿枚鬼石和冯奇亚大陆所拥有的一座稀有岛屿，虚化于繁育名下。陈玉主站在另外一艘非洲甲板上的和事佬，来自一个叫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有些眉头紧皱。你这就不是抱着诚意来的，没有哪座2级大陆能给得出这个数目战争赔偿。我希望你不要儿戏，给一个实际的价格。你还年轻，战争不是过家家，等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陈凡面色毫无表情，偏头望向这个中年男人，一字一句道：关你屁事！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有你说话的份！陈凡当着一众大陆之主的面，被陈凡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时，这个中年男人有些挂不住脸的阴沉道：叫你一声陈玉主是给你脸，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刚晋升至2级大陆的，见到我应该叫前辈。说句不好听的，你再逼逼一句，我和冯奇亚大陆一起打你，你信不信？一时间剑拔弩张，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些发展的太快了。周围一众大陆之主都愣在原地，没想到突然变到这一步，而冯奇亚大陆之主眼珠子却咕噜咕噜的转起来，好像有转机。如果2座大陆打繁育的话，那就另说。不信。站在甲板上的陈凡笑了起来。此趟他清除冯奇亚大陆是次要任务，主要任务是建立威慑，确保日后能持久发展，不被人挑衅。有人这样挑衅，他肯定不能忍。这次要是怂了，那就得被人欺负一辈子。而且在他的作战计划中，本就有那批非洲不是冯奇亚大陆派出来的，可能要同时迎敌2座大陆的计划。反正繁育还有2年保护期，大不了新大陆他不要了。瘸猴给繁育传令，继续轰炸，坐标冯奇亚大陆北部0.3万公里的好猫大陆。来，陈凡盯着不远处的那个中年男人笑了起来，老子就轰你了，同时开战，老子处你！场面一时间变得极其寂静。站在甲板上的中年男人此时面色阴晴不定，不断变化。他没想到陈凡压根就是个疯子，如今给他逼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开战，战他妈！繁育还在保护期呢，只能打个新大陆，有屁用啊！但不开战，此时他又被逼得有些下不了台。他没想到陈凡会一点面子不给他。就这样，这些在自己大陆都是一言九鼎的大陆之主，此时都僵在了原地。这个谈判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往下推进。算了算了，黑鬼大陆的蜀国国王硬着头皮开口道：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谈？别！话音未落，只见3道炽热光柱突然再次从天边疾驰而来，朝远处疾驰而去。看方向，正是好猫大陆。真轰了！蜀国国王有些愣在原地。不是这玩意儿不要钱的吗？口舌之间就砸出去了。平时和你们繁育交易的时候，也没看出来你们繁育是不差钱的主啊，连加速阵盘都不舍得多买几个的。那啥，他望向中年男人讪讪道：这次肯定算不了了。算了，你们打吧。有什么战略物资需求的可以联系我，我卖2家，哦不，3家。冯奇亚大陆你那边肯定也要参战的对吧？黑鬼大陆一向中立，不站队。所有人都望向好猫大陆之主，准备看接下来好猫大陆之主的反应。但只见这个中年男人站在甲板上，双眼紧闭，深吸了几口气后，才缓缓睁开双眼，直勾勾盯着陈凡，一字一句道：陈玉主，好魄力，由衷希望你可以一直如此年轻气盛。我等你2年，希望你在2年后的大陆保护期过后，说话依旧能如此硬气。我们走。说罢，非洲便开始掉头，显然准备离去。这场热闹看不了了，自己已经变成热闹了，不送。陈凡站在甲板上，面色平静的轻声道：
10日内，我希望好猫大陆能将100亿枚鬼石的战争赔偿亲自送到新大陆，必须是你亲自送来，否则拒收。原本已经压下心中怒火，准备忍气吞声的中年男人，突然怒极反笑，站在甲板上，转头望向陈凡：“你觉得我会送吗？我觉得你会送的。我看人一向很准。”陈凡笑了起来：“那你就等着。”好的。在好猫大陆之主离开后，陈凡才再次望向冯奇亚大陆之主：2000亿枚鬼石，一座稀有岛屿，今日能兑现吗？不想掏钱也行。开战，我樊玉肯定能在接下来的2年保护期内磨死你冯奇亚大陆，不信你可以试试。周围一众大陆之主有些面色古怪地望着这一幕，他们从没想过大陆保护期可以这么用，只攻不守，好像确实有些无敌。但问题是，一般2级大陆在保护期的时候哪有对外开战的能力？基本上这3年都是在发展，而且还是小发展。这个时候还得小心翼翼地对外探索，拿到其他大陆的泥土，才能升级大部分建筑。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很久时间，没有哪个势力像樊玉一样，刚晋升至2级大陆就有2座大陆，他们在座所有人还是都只有1座大陆呢。冯奇亚大陆之主面如死灰地沉默了许久后，才一字一句道：“2000亿枚鬼石真没有，而且冯奇亚大陆也根本没有任何稀有岛屿，这个想给都给不了。鬼石最多能给500亿枚鬼石，最高价格了。这片海域从来没有过如此之高的战争赔偿。”陈凡盯着冯奇亚大陆之主的眼睛，这个数目确实不少。樊玉所储备的鬼石也就1000亿级别而已，不够，2000亿枚真没有。不行你就开战，冯奇亚大陆没有软弱之辈，真要跨海域之战，我就不信你们樊玉能有多少发通天柱。冯奇亚大陆之主声音中隐隐有些愤怒和憋屈地威胁着：“各位，以前我也从没求过你们，今日你们也看到了，是樊玉咄咄逼人，给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战争赔偿。今日但凡能帮我说一说话的人，我都记他一个人情。”陈玉主，撒哈拉大陆之主迟疑了片刻后，还是开口道：“要不再降一降？2000亿枚鬼石的战争赔偿确实有些拿不出来，1000亿的话，或许冯奇亚大陆可以凑一凑。”凑不了。冯奇亚大陆之主摇了摇头，坚定道：“1000亿枚鬼石肯定没有，最多500亿枚，多出来的你给。”撒哈拉大陆之主有些无语地望向这个老者，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呢？谈判哪有一次性降到底的？先降一次，不就有了第2次？而就在冯奇亚大陆西部海域中段，一众大陆之主在这拉拉扯扯的时候，另一端，冯奇亚大陆北部长达700公里的海岸线已被悉数洗地轰炸一遍，此时是一片狼藉。在无人关注的地方，樊玉非洲已经登陆，数千号后勤阁的人开始在沿海沙滩上狂奔，所有人都盯着手里的鬼皮地图，哪个建筑该部署在哪个位置，早已有了具体标点规划。铜管开始快速铺开，鬼火开始齐刷刷的快速散开，并未点亮，以免暴露在鬼皮地图上。这是第3步，尽可能保持隐蔽。大量后勤阁成员乘坐非洲，忙碌在沿海700公里的海岸线上，并铺设出一座座传送阵，通过传送阵来快速移动，完全不计成本。此时他们在抢速度，抢在冯奇亚大陆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一根根铜管开始铺设在长达700公里的沿海海岸线上，一座座噬魂雕塑被摆放完毕，一座座鬼火也安置完毕，直至已经将战争赔偿降到1300亿枚鬼石的陈凡准备继续打嘴皮，身后瘸猴突然上前低声一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陈凡面色毫无波澜地轻点了下头，随后才望向冯奇亚之主：“我进船舱喝杯茶，希望我出来后你已经给出我一个满意的答复。”随后转身朝船舱走去。下一刻，船舱内的传送阵被激活，他来到了冯奇亚大陆北部的海岸线，一眼便看见了地面上画出来让他建造10级城墙的白色线条，没有丝毫停顿。一座长达20米的10级城墙拔地而起，周围一堆后勤阁成员扛着天道炮就冲了上去。紧接着，他又踏向旁边另外一座传送阵，又出现到了另一片区域，如法炮制，一座长达10米的10级城墙再次拔地而起。和谈2000亿枚鬼石，一座稀有岛屿。从始至终，他这次的目标都只有一个，不求赔钱，但求赔命。有什么话都和我的天道炮说去吧。至此，计划只剩最后一步准备抹除。而冯奇亚大陆西部中段区域沿海上空，几个大陆的之主正在唠着闲嗑。就在这时，陈凡笑呵呵地掀开船舱帘子，走在甲板上，望向一众大陆之主，轻笑着道：“让诸位久等了，这件事也该告一段落了。”陈凡，1300亿枚鬼石不可能的，我依旧保持我的底线，最多500亿枚鬼石，多一枚没有。这已经是这片海域里最高的战争赔偿了。不要了。你说你不要了？不知为何，当对方说出不要了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涌出一阵想要快速逃离此地的冲动。不要了。自我介绍下，我叫陈凡，数年前一手创建樊玉，崛起于江北荒原雨季里，带着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这些年里，大小危难我都经历过，但张太平，樊玉山阁17组州长，为樊玉探索到了第1座稀有岛屿。樊玉已在永业大陆为其准备好了庆功宴，在返程途中死于冯奇亚大陆之手。还有驻守在冯奇亚大陆上的樊玉暗阁族长及成员，我不知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应该是知晓我的名字。因不愿被活捉成为谈判筹码，跳崖入海，命牌皆碎。我这一辈子从一开始在雨季里，我的目标就很简单，我真的没有什么征战天下的梦想，我就只想安安静地待在自己大陆上，有一个足够安全的大陆，
可以不用担心看不见明天的大陆，可以将所有鬼巢拦在大陆外面。后面又多了一个。我希望做一个好老大，我希望让跟着我做事的人有一个好的归宿，好的结局。前面几次冯奇亚大陆的挑衅我都忍了，只是当张太平拼死回消息告诉我冯奇亚大陆派出非洲偷袭新大陆时，我便知道，有的人啊是养不熟的，面是人面，但心是鬼心，这样的人应该被清除。所以这次我不打算忍了。喂，听好了，樊玉正式对冯奇亚大陆宣战。话音落下，一众大陆之主纷纷僵在原地，有些满眼骇然地望向陈凡。身为大陆之主，说出来的话可没有放屁的。这话一出，基本上这场战争是不可免的了。好，那就全面开战！老子倒要看看你有多少发通天柱！我们走。走？往哪儿走？这么多大陆之主大老远跑来一趟，总得让他们看场精彩的烟花不是？薛侯，传令，清除冯奇亚大陆计划正式启动。